父亲一把火把我的房间点了，然后藏在门口准备给我做个头疗，可他却没想到我悄悄翻墙绕到了他身后。松格，冷静！继弟王小龙举着棍子僵在半空，看着满手是血的林峰，腿肚子吓得开始打哆嗦。棍子举这么高，你要砸我？不是。林峰一个飞踢将王小龙踹了出去，然后一步跨出，顺势薅住他的头发，右手的小刀抵在他的眼球上方1寸处。别动，手抖一下，你这只招子就废了。瞎了一只眼，还能相亲吗？还能顶替我的宫位吗？现场死一般的寂静，只剩下王大国粗重的喘息声和王小龙牙齿打战的声音。林峰用左手捡起掉在地上的2张转让协议，然后一把扔到火堆里烧了个干净。林峰，杀人偿命，你跑不掉的。杀人？我要弄死你们！有100种让法医都查不出来的办法，我的命还要去大西北建功立业，比你们这种垃圾金贵得多。他掏出提前准备好的绳子，把2人捆起来带回了老宅。现在能好好说话了吗？你想说什么？第一，写断绝关系书。我妈当初是被你们骗婚的，这笔账我不算了，但这层皮今天必须扒干净。第二，把我爸的抚恤金，还有这几年你们扣下来的生活费，全部吐出来，少1分我就卸王小龙一条胳膊。我只给你们5分钟。那是留给小龙结婚的彩礼。王大国下意识捂住床板下的暗格，林峰二话不说，手里的刀多的一声定在了王大国2腿之间的地板上。饶命！爸，快给他，他真敢杀人！钱给你，在床底下那个饼干盒子里。10分钟后，字据立好，红手印按得清清楚楚。林峰打开饼干盒，里面码着一沓皱皱巴巴的大团结，还有几卷全国通用的粮票。这是一笔巨款，也是他在那个荒凉之地活下去的本钱。临走前，他环视了一圈这个生活了10几年的家。这房子我交工，归街道办统一调配，著名是烈士遗孤房产。除了我，谁撬锁谁就是破坏至亲，上山下乡。我不怕死，只要我有一口气在，谁动我的东西，我就回来要谁的命。林峰说完大步离开了，外面寒风凛冽，但对他来说却是自由的味道。也许这一世还是会遇到狼群，也许还是要吃草根树皮，但这一次他手里有刀，怀里有枪，心里有火，只要不死，总能活出个人样。此时另一边红星街道办事处，王主任把搪瓷缸子重重磕在桌面上，急得满嘴燎泡。桌上那份文件极其刺眼，关于动员青年奔赴边疆建设的紧急通知。呼伦贝尔、陈巴尔虎旗，那可是零下40度的禁区，是有去无回的苦窑，还硬性指标，这要命的差事谁会去啊？男人偷偷把弟弟刚娶的媳妇收进空间，然后连夜前往街道办给自己报名下乡。王叔，陈巴尔虎旗的指标还没定吧？怎么，你想去？我去，不仅我去，我还帮您省了做动员的唾沫星子。咱们胡同今年的硬性指标，我替您扛了。王主任大喜过望，刚要站起来，却被林峰抬手按住。先别急，我有条件。林峰把2张刚签好的断绝关系书拍在桌上，还有那个红色的房本。第一，这房子我交工，您给开个代管证明，注明是烈士遗孤响应国家号召去边疆，房子归街道办统一调配。除了我，谁撬锁谁就是破坏至亲，上山下乡。王主任眼神一缩，这招太狠了，直接把那个王大国一家变成了阶级敌人。房子充公，那一家子吸血鬼以后连个落脚地都没有。王主任迅速权衡利弊，为了完成边疆指标，这点是不算违规。这没问题。第二，安家费我要双倍，300块。胡闹，规定是150。王叔，您算笔账。昨晚我把王大国父子收拾了，那老东西腿断了，小的那个估计也要在床上躺半年。派出所如果介入，这事儿就闹大了。我走了，这就是家庭纠纷，是家丑，我留在这，这就是刑事案件。我替您填了边疆的坑，还要去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拼命，多拿150买装备，过分吗？屋内顿时一片死寂，王主任死死盯着林峰，这哪里还是那个受气包，分明是个谈判桌上的老手，每一步都卡在他的死穴上。如果是平时，他早叫保卫科了，但那个边疆指标实在太烫手了。如果林峰被抓，指标又空出来，这胡同还得乱成一锅粥，到时候他这个主任更难当。好，算特批的严寒地区装备补助，拿钱滚蛋。最后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事，给武装部老赵挂个电话，我要去库里挑样东西。你要带枪？那地方有狼，也有越境的毛子，我是去建设边疆，不是去当饲料。王叔，您也不想我刚去1个月，烈士抚恤金的申请单就寄到您桌上吧。1小时后，厂区武装部的后勤器械库，管理员老赵看着手里那张盖了章的批条，又看了看面前瘦得像猴似的林峰。那地方确实不太平，除了制式步枪不能动，剩下的民兵训练器材你自己挑。不过丑话说前头，这批货都是淘汰下来的，炸了膛别赖我。林峰没废话，径直走向角落，那堆废铁里甚至还有2战时期的老套筒。他的手在一排排枪管上划过，指尖触碰到冰冷的钢铁，那股熟悉的感觉顺着神经直冲天灵盖。林峰停在一杆16号单管猎枪前，这是国产的老货，结构简单，但也因为粗制滥造，故障率极高。就要它。你真会挑，那是哑火王，机针早就不行了，拿去烧火棍都嫌短。我回去修一下就行，谢了，赵叔。林峰把枪塞进大衣内衬，转身大步走入风雪中。他避开人群密集的粮票区，钻进卖杂货的角落。花椒、大料、桂皮、
只要干货，不要受潮的。草原上的狼肉酸没有这些重口味的香料压着，吃一顿能吐3天。对于即将去往苦寒之地的人来说，这不仅是调料，更是保命的药。他没废话，数出几张毛票递过去，动作隐蔽，除了老头，没人看见他给了多少钱。男人利用隐身术拿走了继父的养老金，可还没捂热就遇到地头蛇拦路打劫。哥们，眼生嘛！刚才我看你收药的时候，连价都没讲，哥几个最近手头紧，支援2张大团结，就当交个过路费。这是典型的玩主劫道，先盘道，再借钱，不给就开瓢。林峰没有慌张，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扫过3人，最后定格在青霁脸的喉结上。滚！胡同里的空气瞬间凝固，青霁脸愣了一下，随即狞笑起来。我操，是个硬茬子，给脸不要脸，给我废了他！旁边2个跟班二话不说，抡起手里的红砖就扑了上来。这种街头斗殴讲究的就是一个狠字，但在林峰眼里全是破绽。左边那人红砖还没拍下，林峰已经动了，一记鞭腿把人踹出老远，没有任何花哨，纯粹的力量宣泄。1秒钟2个跟班全部丧失战斗力，林峰没有停手，他一步跨出，瞬间逼近青霁脸。青霁脸手里的砖头还没举起来，脖子就被人死死掐住。林峰单手将这具140-150斤的身体提离地面，狠狠抵在粗糙的砖墙上。可爷饶命！林峰松开手，青霁脸烂泥一样瘫软在地，大口大口地吞咽着带着煤烟味的空气。林峰没有再看这几个垃圾一眼，整理了一下衣领，准备离开。就在这时，刺耳的哨声突然在巷口炸响，紧接着是杂乱的脚步声和高音喇叭的吼叫。把住口子，打扮突击检查，谁都不许跑，把东西放下，手抱头。2头赌石鸽子是最怕的收网。林峰眉头微皱，如果被抓住，身上的猎枪解释不清，物资会被没收，去边疆的计划也会泡汤。他迅速扫视四周，左边墙太高，翻过去需要3秒，容易被看见；右边是死胡同。爷，这边。地上的青霁脸突然爬起来，顾不上脖子的剧痛，一把扒开角落里堆着的烂菜筐，后面露出了一个黑乎乎的洞口。这是防空洞的废弃口，通波炉房，快！青霁脸此时一脸急切，眼神里带着一丝讨好和敬畏。林峰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你先进。青霁脸先一步钻进洞口，随后林峰才敏捷地跟了上去。几分钟后，火车站锅炉房后门，2个人影灰头土脸地钻了出来。青霁脸名叫赵奎，此时正捂着脖子上的指印，一脸心有余悸地看着林峰。爷，我赵奎这双招子今天算是瞎了，冲撞了真佛，49整不留爷，将来要是回来东单这一片，提我赵奎好使。林峰看着赵奎，眼神稍微缓和了一分，虽然是个混混，但关键时刻没卖队友，还算有点道义。林峰留下2个字，林峰转身直奔前方的火车站。对于他来说，赵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插曲。起开，这是我的位置。哪来的土鳖？没看见爷在这儿？话没说完，胖子只觉得眼前一花，一只大手直接扣住了他的下巴。林峰面无表情，单手提着200斤的胖子往旁边一甩，车厢里原本吵吵嚷嚷的声音瞬间消失，所有人都惊恐地看着这个狠辣的年轻人。地上的胖子捂着脱臼的下巴，连惨叫声都发不出来。这就是这里的丛林法则，去往边疆的列车上，谁拳头大，谁就有座。火车行驶了3个小时后，天也渐渐黑了，车厢里的灯光昏暗不明，大多数知青都累瘫了，靠在一起打盹。突然，连接处的车门被踹开，3个留着寸头的青年晃晃悠悠走了进来，领头的那个手里还把玩着一把弹簧刀。醒醒，都他喵的醒醒，大劫了！都他喵的醒醒，抢劫的来了还睡呢？尊重一下我们好不好？车厢里的众人被这一声吼叫惊醒，睁眼就发现遇上了抢劫的。接个火，顺便借点粮票和钱花花。哥几个去插队，也没带盘缠，各位都是亲朋好友，支援支援。这种人在70年代的列车上最常见，俗称扒车党或者路霸，专门欺负去插队的学生。车厢里一阵骚动，几个女知青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四眼，把你那块上海表摘下来！男生哆哆嗦嗦，刚想反抗，一个耳光直接把他眼镜抽飞了。给脸不要是吧？刀疤脸狞笑一声，刀尖直接抵在男生的喉咙上。林峰睁开了眼，他看着那个刀疤脸，还有后面跟着的2个跟班，嘴角慢慢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熟人啊，京城3虎。上一世就是这3个人抢光了他唯一的干粮，还在下乡的路上打断了他一条腿，让他成了瘸子，在草原上受尽屈辱。这笔账林峰记了2辈子，本来以为要到了草原才能遇上，没想到老天爷把他们送到了同一个车厢，这是送上门的利息。亮个，你把花生米交出来！刀疤脸处理完眼镜男，目光落在了林峰手里的搪瓷缸上，整个车厢就林峰坐得最稳，吃得最香，实在有些太扎眼了。哥们儿，没声了，那个倒的。林峰咽下最后一颗花生米，缓缓抬起了头，那双眸子漆黑如墨，没有一丝活人的温度。我是送你们上路的。话音未落，林峰右手陡然探出，刀疤脸只觉得手腕剧痛，手里的弹簧刀不知道怎么就到了对方手里。林峰反手就是一刀，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任何废话，锋利的刀刃直接扎穿了刀疤脸的手掌，把他那只脏手死死钉在实木的小桌板上。啊啦啦！凄厉的惨叫声瞬间盖过了火车的轰鸣。现在换我劫你，掏钱。掏钱2个字说的没有任何情绪起伏，就像列车员查票一样自然。动作快点！身后2个跟班哆哆嗦嗦，把兜里所有的家当全掏了出来。对，顶，全在这了。滚吧！赵山虎捂着烂掉的手掌，
连句狠话都不敢放。两个小弟架着他，踉踉跄跄的朝车厢另一头逃窜。周围装睡的知青们此刻更是连大气都不敢喘。刚才被抽飞眼镜的那个男生正趴在地上摸索镜片，余光瞥见林峰看过来，吓得浑身一抖，啪的一声，一张10斤面额的粮票拍在了他面前。拿着买个新眼镜。爷，您吃口热乎的，我妈昨晚烙的纯白面，香着呢。经过昨晚一顿打，赵大国悟了，去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插队，跟着这位爷混，比拜菩萨管用。林峰也没客气，接过大饼咬了一口，不白吃你的，到了地方我照你3天。赵大国乐得差点原地蹦起来。有了这句承诺，他在那个鬼地方至少能活过开头那几天。哎，谢谢爷。赵大国赶紧把那一网兜花生米也推了过来。过道另一侧，几个年轻人也醒了。这几人衣着得体，与周围那些面黄肌瘦的乘客格格不入。快看窗外，好大的雪啊！小点声，注意影响。咱们是去学习的，不是去旅游。切，陈志强，你就爱端着。刘建军，你说是不是？这景色多壮观啊！那是，咱们这次去陈八二虎旗，就是要在那片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爸说了，那边虽然苦，但最锻炼人。明年我就能评上先进。陈八尔虎旗，哥几个也去那地界。正在啃大饼的赵大国插了一句。刘建军瞥了一眼满嘴流油的赵大国，又扫了一眼旁边闷头吃饼的林峰，那眼神就像看着2坨粘在鞋底的泥巴。怎么，你也配去那？怎么不配？大家都是去学习，谁比谁高贵？我大哥也去那。他拇指一翘，指向林峰。3人的目光这才落在林峰身上。林峰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这种无视激怒了刘建军。喂，哥们，你是哪个大院的？看着面生啊！既然都去陈八二虎旗，以后就是战友，报个好。林峰，林峰，没听说过。我是空军大院的刘建军，这是陈志强、苏小云。到了那边要是混不下去，可以来求我。不过丑话说前头，那是牧区，光有一身傻力气没脑子，可是会饿死的。行了，建军，这位同志看着挺壮实，干农活应该是把好手。苏小云则好奇地盯着林峰那个巨大的帆布包。哎，你的包好大啊，形状怪怪的，硬邦邦的，不会是铁锹吧？我也想带工具来着，我爸不让。别胖。声音不大，但苏小云的手瞬间僵在半空，她感觉自己像是被一只老虎盯上了，那一瞬间的寒意让她头皮发麻。刘建军见状，啪的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你怎么跟女同志说话呢？摸一下怎么了？还能给你摸坏了？你是金子做的。车厢气氛瞬间凝固，赵大国在旁边看得直乐，这几个傻缺真是不知死活。林峰没有任何动作，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刘建军，只需要3秒，他就能折断这个大院子弟的手腕，再把旁边那个按进茶杯里。可就在这时，列车突然剧烈震动，刹车声刺耳，速度骤降，一声凄厉的汽笛响彻荒原。咋了？咋停车了？快看，前面那是狗吗？好大的一群黄狗！哇，真的哎，好多大黄狗跟着火车跑呢，还在看我们，真可爱。林峰嘴角扯起一抹讥讽，竟然有人觉得草原上的狼可爱。那不是狗，那是狼群，他们在等火车停下，好挑几个细皮嫩肉的点心打牙祭。他说这话时，目光特意在苏小云白嫩的脸蛋上停了1秒。你吓唬谁？光天化日，狼敢袭击火车？你以为是旧社会呢？这时广播突然响了，列车长的声音透着焦急：各位旅客注意，前方轨道积雪过后，列车临时停车，严禁下车。重复一遍，严禁下车。附近有野兽活动，去往陈八二虎旗地青道门口集合，等下会有专车接你们。零下50度的北大荒经常把人冻成冰棍，可还是每年都有热血青年来此建功立业。都站好了，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万山。丑话说前头，这旮瘩不养闲人，干多少活吃多少饭。男的东屋，女的西屋，行李放进去，半个小时后连场干活，散了。大队长的声音硬邦邦的，直接把苏小云最后一点幻想砸得粉碎。知青们被疯逼的发疯，争先恐后的涌向那间破败的土房。刘建军动作最快，他几步冲到炕头的位置。这块归我了，我是组长，得靠着灯看文件，方便开会。谁有意见？没人敢说话。刘建军他爹的关系网，在这群普通知青心里还是座山。除了赵大国，凭啥？这一路都是我大哥罩着的，没我大哥你早成狼粪了。好地界得让我大哥睡。赵大国，这是原则问题。林峰都没说话，限制你了。你大爷！赵大国撸袖子就要干，一只手按住了胖子的肩膀。林峰越过赵大国，连余光都没给刘建军一个，径直走向大炕的最末端。炕梢离灶台最远，靠着那个还在漏风的窗户框。大哥，那是死人睡的地儿啊，晚上能把尿冻上。炕头燥热，半夜加柴火能把人烤干，出门一冷一热，肺直接炸。在这地方，感冒就是肺炎，得了肺炎就等于去见阎王。林峰的声音不大，正好全屋都能听见。刚铺好床的刘建军僵住了，他觉得屁股底下的热乎炕头突然有点烫手。赵大国愣了2秒，立马把铺盖卷扔在林峰旁边。大哥在哪我在哪，我就爱睡凉的。半小时后，众人到了林场，刘建军手里拿着个不知道哪来的烂本子，站在高处指指点点。林峰、苏小云，这跟你俩抬。他指的是雪地里最粗的一根，目测300斤往上。
这是明着整人。苏小云看着那根巨木，她试着去抬一头，木头却纹丝不动。墙根底下几个老社员揣着手，就那么冷眼看着城里娃娃出洋相。行了，林峰走过去，一把将人拨到一边。苏小云刚要委屈，嘴巴却张大了。林峰没去抬两头，他走到原木正中间，那根冻在雪地里的红松，竟然被他一个人硬生生扛了起来。那可是300斤的死重。刘建军手里的烂本子捏得变形，半个字也吐不出来。惹不起，这人绝对惹不起。晚饭是大碴子粥，稀汤寡水。林峰几口喝干了，胃里有了点热乎气，但更饿了。这种清粥哄弄鬼还行，哄弄这具急需热量的身体，那是做梦。学习一下今天的报纸。刘建军在炕头又开始摆官架子，没人搭理他，大家都累瘫了。除了陈志强那个4眼还在傻乎乎的记笔记，林峰闭着眼睛积蓄体力，他在等一个机会。到了后半夜，呼噜声震天响，他悄悄起身走了出去。人给的饭吃不饱，那就只能找畜生要肉吃了。开工！林峰没急着进山，他绕着土房转了一圈，停在东墙根的柴火垛前。这是知青点过冬的命根子。他伸手抽出一根看似扎实的苞米杆，手往里一探就知道是空的。几百斤的柴火垛，就剩下个壳子。要是遇上阴天，这点柴撑不过3天，屋里这帮人得冻成冰雕。这就是村里的下马威，欺负知青不懂行。林峰把苞米杆重新收拾好，计划着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虽然不想管闲事，但更不想自己就这么冻死在这里。男人趁大雪封山前囤了上百斤柴，可不要脸的村民却偷偷做起蹊跷。于是他反手召集队员讨要说法。林峰，大冷天的你把大家喊来干什么？什么柴火没了？这不是都在这吗？你把手伸进去，看看里边是不是空的。刘建军满脸不屑地扒开苞米杆，只是这一上手他就觉得不对劲。之前困得结实的柴火堆，如今轻轻一扒就开了。我擦，真是空的！哪个不要脸的干的？这马上封山了，零下40度的天没有柴，这不是把咱往死路上逼吗？众人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一个个不知觉把目光投向了林峰。大哥，怎么办？你拿个主意。实在不行，我去跟他们拼了，大不了都别活。还没到那一步，先去找大队长吧，在他的地盘出事，他不能不管。众人一路无话，黑着脸来到了大队长家。干嘛？不去上工都来我家干什么？我家有饭吃啊！大队长，你是想让我们都死在这吗？什么意思？我怎么了？我们知青点囤的柴火，中间全被人偷空了。这事儿你敢说你不知道？大队长愣了一瞬，或许是没想到这些城里人竟然这么早就发现了。村民们偷柴的事他早有耳闻，可事不关己的事他也懒得插手。胡闹！这马上就封山了，连自己的柴都看不住，你们还想不想熬过这个冬天了？你个老东西，你这么跟我说话是吧？我不管这事跟你有没有关系，知青和村民之间的关系是你联络的。今天你要不把柴给我们要回来，我跟你死磕！犯了你了，你们自己看不住柴，还想赖我头上不成？你好了，大队长，你的意思是我们柴被偷了，是怪我们自己没看住是吗？对呀，要不然还能怪我吗？我天天给你们守着柴吧。好，既然你这么说了，那从今天开始，你还有你身后那些村民，记得把自家的柴看好。如果让我找到机会，我一把火全帮你们点了。你威胁我？我可没有，大队长管不了这事，都回去吧。等等，大队长终究是担心后院着火，这个时候不能再坐视不管了。怎么了？大队长是有线索了？我不知道谁拿了你们的柴，但我既然在这个位置，就不能坐视不管，回去等消息吧。我去帮你们查查，能挽回一些损失就挽回一些，先扛过这个冬天再说。那就谢谢队长了。不过我们丢了多少柴就要收回多少，只能多不能少，否则晚上屋里冷我睡不着，容易去别人家后院溜达。知道了，滚吧。林峰深刻理解这个地方的生存规则，很多时候只靠讲道理是行不通的。众人回到了知青点。大哥，你说那老滑头能把柴给咱们找到吗？不确定，可他要是找不回来，我就去拿他家的柴，拿所有人的柴，反正我是不可能让自己冻死。有点道理。事实果然不出林峰所料，大队长担心知青耍无赖闹翻天，终究还是使了些手段把他们的柴要了回来。次日天刚亮，起床哨就响了，所有人顶着鸡窝头来食堂打早饭。刘建军腰上系着个不知哪来的白围裙，手里攥着那把锃亮的长勺，在这个吃不饱的地方，握着勺就相当于握住了半条命。这孙子倒是会钻营，一晚上就混上了分饭的差事。大哥，他肯定会给你下绊子。众所周知，得罪厨子的人吃不上饱饭，可如今男人的死对头竟当上了打饭的伙夫。哎呦，说话，林同志觉悟高，不能跟女同志抢食吧？跟你大爷！姓刘的你找死，给我大哥盛满，不然老子把你脑袋按锅里炖了。刘建军脸色一白，下意识退了半步，一只手拦住了赵大国。林峰端起那个只有底儿的搪瓷缸，一口倒进嘴里，没有任何废话。行了，上工。林场的雪深盖过膝盖，知青们全凭蛮力拽着树木。林峰没去凑热闹，他手里提着把龟棱钩，利用杠杆原理缓缓拖动，这是他前世8年林场喂出来的手艺。中午休息20分钟，但是没饭吃，所有人瘫在雪窝子里装死。林峰提着龟棱钩走向林子边缘几棵枯死的老柞树，就是这。他蹲下用钩子刨开半尺深的冻土，露出了夹杂腐叶的黑土，接着几个黑褐色的土疙瘩滚了出来，是纯正的东北林蛙。冬天钻树根底下冬眠，这玩意身上全是油，
特别是母蛙，那是高干病房才有的滋补品。林峰把挖出的6只全部揣进怀里，冰凉的蛙贴着胸口，那种踏实感比什么都强。晚上，林峰等大家都睡了，才揣着林蛙下床。干啥去？茅房。他出门绕到土房后的死角沟里，直接串上林蛙开烤，油脂顺着树枝滴在火里，焦香味瞬间炸开。林峰喉结剧烈滚动，这具身体太缺油水了，刚烤熟2只就直接塞进了嘴里，然后灭火埋血毁尸灭迹，手里还剩1只烤得最好的母蛙。正要离开时，远处传来脚步声，苏小云抱着木盆哆哆嗦嗦往河边走，经过土沟口时，他脚下一滑，险些滑倒，一只铁钳般的手卡住了他的胳膊。嘘，是我，别出声，给吃了吧。林峰松手，把那只还温热的烤蛙塞进他手里。是肉，竟然是肉！苏小云眼泪瞬间涌上来，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峰，林峰的眼神却看向了远方，顺着他的视线，20米外的矮墙头上，一双绿油油的眼睛正盯着这边。此人是村里的二流子，那家伙骑在墙头，贪婪地吸着空气里的肉香。偷吃独食在这个年代是大罪，能被拉去批斗。王二麻子以为自己抓住了城里娃娃的小辫子，但他不知道，林峰的手已经悄无声息地摸向了腰后的剔骨刀。见者有份，扔上来2，不然我去大队部。他的话音刚落，林峰已经来到了墙下，伸手猛地往下一扯，王二麻子整个人头朝下栽进了血窝。等他爬起来，刚想张嘴，一只军钩鞋直接踩在了他的口腔上。别什么都点击，再来就没这么客气了。他的声音很轻，却像冰锥子一样扎进王二麻子的耳朵里。王二麻子连滚带爬的跑了，他知道这人是真敢杀人。别愣着了，吃吧。次日天更冷了，林峰趁着休息的时间在树林里探索着猎物的踪迹。他目光扫过每一寸雪地，很快发现了一行梅花桩式的印记，只有指甲盖深。大雪兔，看来明天的夜宵来了。林峰走到一片灌木丛前，这里是个风口死角，2根枝条上还挂着一撮极细的灰毛。就是这了。他从棉衣夹层摸出一卷细钢丝，开始布置起抓兔子的陷阱。男人在山上布下陷阱，想抓个野兔，可没想到却因此引来一头恶狼。我擦，是狼！2盏幽绿的鬼火在离他不到10米的黑暗中亮起，那东西正踩在死兔子身上，歪着头，死死盯着林峰。那双绿油油的眼睛在黑暗里晃了2下，并未扑上来。畜生比人敏感，他闻到了林峰身上那股子刚在血窝子里滚出来的煞气，也看见了那把反握在手心，随时准备剔骨的钢刀。狼没动，林峰也没动，僵持了3个呼吸，那头孤狼低下头，喉咙里压出一声不甘的呜咽，夹着尾巴没入风雪。他怂了，在这片林子里，此时此刻，林峰才是更饿的那一个。确认狼走远，林峰才转身走向灌木丛，钢丝套绷得笔直，镜头挂着一只硕大的灰皮野兔。林峰上手一掂，少说也有6、7斤。林峰单手按住兔头，剔骨刀寒光一闪，掏空内脏，把处理好的兔子往怀里一塞，下山了。此时知青点的大门敞着，还没进屋就听见里面的鸡飞狗跳。都给我站好，手背身后，这是原则问题，必须彻查。林峰推门，一股混合着脚臭、霉味和紧张汗味的空气扑面而来。东屋像是被土匪扫荡过，被褥掀翻在地，枕头里的荞麦皮撒了一炕。几个男知青缩在墙角，敢怒不敢言。赵大国被2个狗腿子按着胳膊，胖脸胀成猪肝色，脖子上青筋像蚯蚓一样暴起。刘建军，你他喵的凭啥翻老子裤衩？你变态啊！少废话，队里丢了粮食，只说让我查违禁品，谁知道你们这帮人里有没有手脚不干净的？很明显这是借题发挥，他要把知青点的最后一点家底都搜刮干净，顺便立威。刘建军一扭头，正好看见门口的林峰。哟，大忙人回来了。刘建军心里冷笑，林峰平日里独来独往，肯定藏了私食，要是能搜出来，哪怕是半个窝头，也能扣他一顶私藏公务的大帽子。林同志，退喝一下吧，你这怀里鼓鼓囊囊的，揣着啥呢？是公家的东西吧？全屋顿时一片死寂，连赵大国都不骂了，瞪大眼看着这边。林峰没动，左臂夹紧，死死护住怀里的东西，右手自然垂落，大拇指却悄无声息地扣进了腰带边缘，那里别着刀。刘建军的手指头要是敢再往前伸1寸，这根指头今天就得留在这儿。滚！刘建军动作一僵，他又想起了车厢里那个眼神，那是屠夫看待宰牲口的眼神，但他也是大院出来的，这时候要是怂了，以后队伍就没法带了。你敢抗拒检查？林峰，这儿是广阔天地，不是你家后花园，我是组长，我有权。说着，他的手猛地抓向林峰的领口，这一下又急又狠，林峰瞳孔骤缩成针尖，浑身肌肉瞬间绷紧，杀机一起。就在这时，啊，耗子，大耗子！苏小云像是疯了一样，指着墙角的米缸，钻进去了，钻进米袋子里了，快打啊！哪儿呢？耗子偷粮，打死他！一听耗子祸害粮食，场面瞬间失控，刘建军也被吓了一跳，本能的回头去看，只有0点几秒，林峰身形一晃，鬼魅般滑向灶台边，那一坨冰冷的兔肉被他单手推进了柴火垛最深处的空隙里，动作行云流水，快的只剩下一道残影。看什么看？耗子把你魂勾走了！林峰语气嘲讽，眼神轻蔑。刘建军没理会那边的骚乱，狐疑的盯着林峰的肚子，刚才那种明显的臃肿感没了。你！刘建军大步冲过来，2手在林峰胸口、腰上一通乱摸，全是硬邦邦的肌肉，还有个手的骨头，没有一粒粮食。
男人打了一头野兔，准备开个荤腥，可刚回知青所就遇到检查私藏粮食的。怎么可能？你把粮食藏哪了？摸够了吗？手给我滚开！林峰一把拍开他的手，这一巴掌没留力，刘建军的手背瞬间红了一片。下次想摸男人，回城去澡堂子找搓背的。林峰冷笑一声，撞开他的肩膀，径直走向通铺。哈哈哈，刘组长好这口啊！早说啊，我给你搓，保准搓的你掉层皮。刘建军脸涨成了猪肝色，却发作不得。他恶狠狠地瞪了林峰一眼，又看了一圈空荡荡的米缸角落，哪有什么耗子，连个毛都没有。苏小云，你眼瞎？大白天发什么癔症？刘建军把一肚子邪火全撒在了苏小云身上。苏小云缩在炕角，一声不敢吭。但当林峰经过他身边时，他悄悄抬起眼皮，两人的视线在空中碰了一下。时间极短，但事儿成了。这个女人聪明，她知道林峰怀里有东西，也知道那是吃的。这一嗓子是投名状。到了半夜，林峰掀开被子，猫腰下炕。他从柴火垛里摸出那个硬邦邦的包裹，然后推门而出。后院仓库四面漏风，只有半扇门板挡着。林峰刚进去，就听见角落里传来牙齿打颤的声音，咯咯作响。林大哥。林峰没废话，他把怀里的东西往那张只有3条腿的桌子上一拍，借着惨白的月光，一只被剥洗得干干净净，露出粉红色肌肉纹理的肥兔子赤裸裸地摆在眼前，甚至还能看见那一层薄薄的白色脂肪。苏小云没控制住，口水直接涌了出来，紧接着就是眼泪。那是人类基因里对蛋白质最原始、最疯狂的渴望。6斤多，这肉不白吃。苏小云拼命点头，盯着那把刀，又盯着那块肉。林峰从兜里掏出一卷东西，扔过去，是几张风干好的黄鼠狼皮，还有一卷不知从哪弄来的尼龙线。给我做腹呼吸，2层皮子，中间填兔子绒毛，要紧得贴肉，跑起来不能掉。我做，今晚就能做出来。林峰嘴角扯了一下，刀尖一挑，一块指头大的生肉被切了下来，血丝还没凝固，刀尖递到他嘴边。嚼了，这里不能生火太久，容易把人招来，先垫垫底，不然一会儿肉味飘出去，你的肚子会叫得全村都听见。林峰的声音不容置疑。苏小云颤抖着张开嘴，那块带着腥味的生肉落进嘴里，散发出令人作呕的生气。但随着牙齿咬合，一股从未有过的甘甜瞬间在舌尖炸开。呼吸今晚就要，活细，这只兔子的下水和2条前腿归你，做不好，刚才吞进去那口肉，我就当喂了狗。能做好，一定能做好。跟着我。知青点死一般寂静，窗户纸被风扯得狂响，掩盖了两人进屋的动静。灶台里还埋着几块红炭，那是全屋唯一的火气。林峰用火钩扒开灰烬，把裹满泥巴的兔子塞进最里面的烟道口，然后埋炭盖灰，一切恢复原样。去那守着。林峰指了指柴火垛的阴影。苏小云缩进去，手里攥着针线和皮子，她不敢停，每一针都像是在缝自己的命。时间过得极慢，渐渐的，一股极其霸道的香味开始在空气里游走。突然，里屋那破旧的棉门帘子动了，一只穿着开了口皮鞋的脚迈了出来。刘建军披着大衣，显然是被尿憋醒的。他晃悠着往外走，路过灶台时，步子猛地一顿，就像一条闻见屎味的野狗。男人趁着队友睡着后在锅炉烧野兔，可没想到半夜起来撒尿的队长闻到了香味。啥味儿？怎么还有点香？刘建军浑浊的睡意散了一大半。这年头，肚子里没有水的人，对肉味比对女人还敏感。他狐疑的把脸凑向灶坑。林峰在黑暗中屏住呼吸，刀锋已经划到了掌心。只要刘建军敢弯腰爬灰，这把刀就会直接切断他的动脉，杀机一触即发。就在这时，突然咣当一声脆响，在死寂的夜里炸雷般响起，水瓢砸进了水缸，溅起一地水花。啊！水！刘建军吓得一激灵，魂儿差点飞出天灵盖。组长，是我渴，手冻僵了，没拿住。呵呵呵，你是水桶成精啊！大半夜装神弄鬼，吓死老子了！那股子被惊吓回去的尿意又涌了上来，他恶狠狠瞪了苏小云一眼，也没心思再管什么香味，捂着裤裆骂骂咧咧冲出了门。门帘落下，林峰从阴影里走出来，看都没看苏小云一眼，径直走向灶台。这女人懂事，那一摔是投名状，火钩探入，一拉，一个烧得漆黑的硬土疙瘩滚了出来。林峰一掌劈下，一股浓烈到让人头晕目眩的肉香瞬间炸开，整只兔子被焖得骨酥肉烂，酱红色的油脂滋滋作响，顺着纹理往外冒，没盐没料，但这股纯粹的脂肪味就是最高级的美味。苏小云死死盯着那团肉，眼珠子都绿了。接着，林峰扯下2条前腿和下水甩过去，自己抓起肥硕的脊背，大口撕咬。两个人像2头分食的野狼，只有令人牙酸的咀嚼声。10分钟，连骨头都被嚼碎咽了下去。林峰把地上的碎泥壳和那一小撮实在咽不下去的骨渣清理干净。呼吸做好了。苏小云抹了一把嘴上的油，递过来2块东西，针脚细密，皮毛厚实。睡觉。苏小云看着他的背影，摸了摸滚烫的胃，他忽然觉得只要跟着这头狼，哪怕是不当人也能活。次日，大家照常上工，林场里几百号知青在雪里正命，不少人脸冻成了青紫色，动作僵硬的像僵尸。林峰利用技巧一个人干了3个人的活，旁边的赵大国看的眼珠子都要掉下来。我擦，林哥你是吃大力丸了？林峰没理，钩子不停。不远处刘建军一直阴着脸盯着这边，手里的小本子攥出了汗。本来想挑刺扣分，结果看了一上午，硬是没找出一处毛病。林峰干活太规矩了，每一根木头都码得横平竖直，
连切面都对得严丝合缝。他心里憋着火，大步冲过来。林峰，停下！你这是野蛮操作，这么快的速度，撞坏了木材，你赔得起吗？这是破坏集体财产。周围知青纷纷停手，同情地看过来。这是硬茬找病。林峰直起身，龟棱钩往肩上一扛，去查。查就查。刘建军冷笑一声，趴在木头上像狗一样摸索，只要有一处裂纹，哪怕是一块掉皮，他就能扣帽子。时间1分1秒过去，刘建军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查出来了吗？林峰的声音从头顶传来。刘建军脸涨成猪肝色，周围传来几声压抑的哄笑。没坏就记公分，别因为你眼瞎耽误我吃饭。收工路上，残阳如血，把雪原染成一片惨烈的猩红。众人走到一处风口，最前面的老猎户王大拿突然停住脚，他脸色煞白，耳朵死死贴在风口的岩石上。不对劲，这声音怎么像孩子在哭？谁将孩子扔山里了？闭嘴！不是狼，更不是孩子，是被山神爷的军师出事了。喂！林峰瞳孔骤缩，狼狈为奸，这东西前腿短后腿长，必须趴在狼背上才能行动。他是狼群的脑子，最记仇也最邪性。如果真的是背在惨叫，那就意味着这附近有一支规模庞大的狼群，而且他们被激怒了。知青队伍炸了窝，胆小的几个女生带着哭腔往后缩。都在这等着，我去看看。林峰，你找死别带上我们。林峰头都没回，身形一晃，直接没入齐腰深的灌木丛，顺着穴位走了不到100米，视线豁然开朗。一棵倒塌的红松根部，雪地上一大滩刺眼的嫣红，一只通体漆黑，只有狼狗大小的畜生正死死趴在雪窝子里。他的右后腿被一只生锈的大号捕兽夹咬了个对穿。不是背，是狗。但这又不是一般的狗，这是一条有了狼性的山神狗。早些年跑进山里的老猎犬跟野狼串的种，比狼狠，比狗精。在林子里，这玩意儿是真正的阎王。林峰瞪着眼睛慢慢靠近，这种畜生，你越是露怯，他越是把你当点心。要想收服他，得比他更野。我说怎么跑这么快？原来是这有好东西。就在这时，刘建军不知道什么时候摸了过来，那双三角眼死死盯着那条动弹不得的黑狗，眼底全是贪婪的绿光，嘴角甚至挂着白沫。这么肥的狗，这是大补啊！见着有份，这狗归公家。这狗我看上了，谁动我砍谁。林峰眼里露出杀气。这一刻，刘建军觉得站在自己面前的根本不是知青，是这片林子里真正吃人不吐骨头的煞神。不想死就把嘴闭严实了。哥，这是公家的肉。林峰，你想独吞？大伙可都看着呢。这山是公社的山，狗也是集体的财产，咱们都在啃窝头，凭什么他林峰能抱着这么大一坨肉回去吃独食？几十号知青围成一圈，风雪很大，没人说话。在这片只有白雪和冻土的绝地，道德早就在肚皮贴后背的饥饿中磨没了。想吃肉的跟我一起把林峰按住，不上手的连口汤也别想喝。独吞，睁开眼看看，这是老狼串出来的种，只有断了气的才是肉，活着的叫工具。这一锅肉炖烂了分到每个人碗里，连个油花都撇不出来。养好了腿，他能进深山撵兔子，把傻狍子往雪窝子里赶，选一顿不管饱的肉汤，还是选以后隔3差5的荤腥。你这是诡辩，谁知道你是不是骗人？这就是资本主义尾巴，我看你就是想自己偷摸事。赵大国从人群后方挤出来，他往林峰身侧一站，铁塔般的身躯挡住了风口。林哥说留，那就留，咱们这是知青点，不是丐帮，谁要是眼皮子浅的，只盯着这点死肉。赵大国没把话说透，只是冷冷盯着刘建军的裤裆。知青们缩了缩脖子，没人愿意为了刘建军去除这个眉头。人群散去，刘建军指着林峰的背影，手指哆嗦个不停。行，你等着，饲养爱犬，这是原则错误，我看支书来了怎么收拾你。柴房四面漏风，林峰把黑狗扔在磨盘上，黑狗没叫，他那一双绿油油的眸子死盯着林峰，喉咙深处发出警告的低鸣。林峰从怀里摸出那块还没吃完的兔脊骨，他拿着骨头递向狗嘴，黑狗没有去叼肉，而是猛地扭头，一口咬向林峰的手腕。林峰没躲，反手一巴掌重重抽在狗头上，这一掌力道极大，还没等他缓过神，那只大手已经死死掐住了他的后脖梗，把那颗硕大的狗头按在满是木屑的磨盘上。在我这，先学会低头，才有饭吃。黑狗喘着粗气，那种被绝对力量压制的恐惧让他本能地选择了臣服。林峰从兜里掏出一包白色药粉，来之前在鸽子市淘来的保命货，药粉混着唾沫，直接抹在那条烂腿上。以后叫二黑。就在这，支书你看。这时刘建军那让人厌恶的公鸭嗓再次在院子里炸开，那扇本来就摇摇欲坠的柴房门板被人一脚踹开。林峰，你无法无天了。大队支书王长贵满脸横肉都在抖，刘建军缩在他身后，脸上挂着小人得志的狞笑。支书，这狗疯得厉害，刚才差点咬死我，这要是在知青点伤了人，那就是重大事故。把这疯狗给我拖出去毙了！知青点是住人的地方，容不下这。磨盘上的黑影动了，二黑拖着那条残腿，身子像一颗出膛的炮弹，瞬间暴起。王长贵瞳孔骤缩，他这辈子见过咬人的狗，没见过上来就奔着气管下死口的狼。一只手一把攥住了二黑的后腿，全场死寂，只有王长贵剧烈起伏的胸膛和拉风箱一样的喘气声。林峰单手拎着二黑，像是拎着一只待宰的温鸡。支书，下次进无先敲门，这狗随我，人生脾气也不好。
好手段！这畜生有狼性，认了主就是死士。你想养他得活，他活个屁！支书，这个刚才想咬死你，他就是个祸害，必须打死吃肉。还有，咱们知青点连耗子都快饿死了，哪有多余的粮食喂畜生？林峰，你这是拿集体的粮食养私人恶犬，这是挖墙脚。林峰没看众人，只盯着王长贵。口粮从我牙缝里省，以后上山猎物我多交2成，他是劳力，不是宠物，这买卖对理不亏。就这么定了。丑话说前头，这畜生要是再敢伤人，林峰，我连你一块儿崩！刘建军张着大嘴，一口气憋在胸口，脸涨成了猪肝色。接下来的日子，林场进了赶工期，天不亮就进山。这天深夜，风刮的窗户纸猎猎作响，掩盖了一切动静。一道鬼鬼祟祟的人影摸到了柴房门口。刘建军手里攥着个油纸包，里面是2个刚捏好的肉丸子，他在里面掺了碾碎的灯泡玻璃渣子。是吧？吃了好上路。刘建军把肉丸子从门缝里塞了进去，然后阴笑着溜回了屋。他躺在炕上，竖着耳朵听，就等着听那狗临死前的惨叫。次日清晨，刘建军迷迷糊糊地睁开眼，这一觉睡得极不安稳，梦里总觉得有一双绿眼睛悬在头顶。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摸枕边的旱烟袋，入手却是一团油腻腻、冷冰冰的东西。刘建军猛地一个机灵，翻身坐起。一声凄厉的惨叫撕破了知青点的清晨，他脸色煞白，2排牙齿疯狂打架。枕头边那2个掺了玻璃渣的肉丸子正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而在肉丸子旁边是一只鞋，那是他最宝贝的一双翻毛皮鞋。林峰正倚着门框，手里拿着那把剔骨刀，二黑蹲在他脚边，嘴里叼着那半只没吃完的破皮鞋。刘建军出来了，他走起路来一高一低，像个刚被人打断腿的颠屁狗，那是昨晚被吓得尿了裤子。林峰没抬头，手里的动作也没停，刘建军那2条腿突然就开始打摆子，硬是把刚到嘴边的一句骂娘话生生咽了回去。半个月后，知青点的气氛变了，食堂门口围了一圈人，每个人脸上都泛着一股子死灰色的菜色。大雪封山第7天，公社的补给车卡在了半道上，几十双凹陷的眼珠子不约而同地转了方向，死死定在了刚进院的一人一狗身上，确切地说是定在二黑身上。那狗真肥啊！刘建军缩在角落里，手里端着半碗清汤，阴阳怪气地接茬：咱们这是要把命也丢了，还得看着畜生吃肉，这世道人命贱，不如狗啊！这把火拱得正好，赵大国从人群里挤出来，这壮汉饿得最惨，1米8几的大个子，每天那点定量的口粮根本填不满胃里的深坑。林哥，大伙都3天没见荤腥了，眼瞅着就要饿死人，你看这实在不行，咱们分了吧。这狗至少能出40-50斤肉，够大伙挺过这一劫。等开了春，我进山给你抓2只活的陪你。分了，吃了它，你们能活几天？3天还是5天？吃完了它，要是血还不停，补给还不来，你们是不是打算开始吃人？他是兵，我不吃战友。赵大国张了张嘴，想说那就是条狗，哪来的战友？可对上林峰那双没有任何感情波动的眼睛，这话硬是堵在了嗓子眼。一人一狗穿过人群，那帮饿红了眼的知青，愣是没一个人敢伸手拦。傍晚，林峰站在屋檐下，抬头看了看天色，他转身回屋，从床底下拖出一盘粗麻绳，那是用来捆几百斤原木的绞索，又抄起那把磨了一早晨的剔骨刀，大步走到院子中间。赵大国正垂头丧气地刷着那口大铁锅，准备晚上继续煮那没滋没味的血水白菜。大国，把锅刷干净，把水烧开。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今晚老子带你们开荤。疯了！有人在风里啐了一口，林峰没回头。烧水2个字像是2颗钉子，狠狠砸在冻硬的土地上。没人动，脸上除了饿出来的青灰，就是嘲弄。大晚上进老林子，这已经不是逞能，这是急着去投胎。我去。角落里钻出一个细弱的声音。苏小云咬着发紫的嘴唇，抱着一捆早就备好的干桦木，低着头走向那口生锈的大铁锅。烧吧，多烧点，等会让那疯子空手回来，正好让他把脚伸进去烫烫，省得得了冻疮赖公家。林峰的背影已经融进了夜色，二黑跟在他脚后跟，一人一狗像2把无声的刀，插进了莽莽苍苍的大兴安岭。进了林子，风声反而远了。林峰停步，解开棉袄领口的扣子，深血行军，出汗是大忌。走了几公里后，林峰在一棵断了半截的老榆树旁蹲下，他伸手扒开表层的浮雪，指尖触到一滩硬邦邦的东西。林峰捏起一粒粪便，在大拇指和食指间搓碎，热乎的。二黑那湿漉漉的大黑鼻子贴着雪面，风箱一样抽动，气味分子在冷空气里是一条无形的路标。二黑定住了，林峰没动，他眯起眼，视线像探照灯，一寸寸切割那片林子。2分钟后，在那片干枯的灌木丛后面，有一对东西动了动。是狍子，肉来了。这货遇到危险不爱跑，总想看清楚是啥玩意儿吓他。林峰慢慢解下腰间的麻绳，粗糙的麻绳在掌心无声划过，打了个活结。狍子探出了头，那双黑亮的大眼睛里全是清澈的愚蠢。林峰嘴角扯出一抹狰狞，手里的剔骨刀在掌心一转，嗖一下扎进了狍子的脖颈。行了，这一身肉够咱们过个肥年。可就在这时，风突然停了，林子里那种细碎的虫鸣声在一瞬间全部消失，这是被盯上的感觉。二黑猛地退到了林峰腿边，粗重的喘息声带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腥骚味，混着腐烂气息，直接盖过了狍子的血腥味。这味道林峰熟，山神爷巡山了，
那东西走出来了，他看见了林峰，也看见了地上的袍子。他的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贪婪。在他眼里，地上躺着的和站着的都是肉。二黑别动！林峰声音压到了极低，这种时候跑就是死。没等他反应，那座黑山塌了下来，四肢着地，就像一辆失控的重型坦克，带着碾碎一切的气势，直扑林峰的面门。黑塔没撞上来，在距离3米的位置停了。黑熊并没有拍碎谁的脑袋，而是一扯，一张完整的熊皮面罩被掀开，露出来的不是野兽的獠牙，而是一张黑红粗糙、满是冻疮的老脸。来人是巴特尔，这片兴安岭里的活阎王。林峰握着斧柄的手指没松，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是个狼崽子，这年头敢拿命跟黑瞎子对视的后生不多了。狗也不错，有野性，没丢了祖宗的脸，好好养着，将来能替你挡灾。老头子没多废话，那高大的背影重新融进黑暗，每一步都踩得及时，积雪发出沉闷的挤压声。前面那片林子别去，那是老母猪待宰的地盘，想活得久，得学会进山。声音远了，林峰收起手斧，看着地上的袍子，嘴角扯出一抹冷硬的弧度。这年头先把人喂饱了，再谈进神吧。林峰动作麻利，麻绳一捆，将这只60多斤的袍子背在身。回程路过那条风洞的河沟，林峰停了脚，手里多了一把斧子，对着青黑色的冰面，没有多余的试探，直接便是全力一击。10几下之后，原本完整的冰面裂开一道狰狞的口子，一条黑影从冰窟窿里窜了出来。那是憋了一冬天的老头鱼，只要有个洞，这些鱼就会发了疯一样往外跳，像是赶着去投胎。不过几分钟，冰面上已经铺了一层。林峰把鱼一股脑都进棉袄。此时之清点，刘建军靠在墙角，声音嘶哑，带着股子幸灾乐祸的阴毒。那疯子回不来了，这大雪封山，那是黑瞎子的食堂，他去了就是给人夹菜。没人接话，苏小云肩膀一抽一抽的。赵大国在灶台边，眼珠子发直。要是林峰真回不来，那条狗……赵大国舔了舔干裂起皮的嘴唇，眼底泛起绿光。死了干净，省得每天看他那张死人脸，好像谁都欠他200块钱似的。明天我去跟支书说，把他的铺盖卷翻了。他话音刚落，砰的一声巨响，脆弱的院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屋里的人全被震得一激灵。一道高大的人影堵在门口，挡住了月光。林峰站在那，像是一尊刚从炼丹炉里钻出来的杀神。林峰。刘建军嗓子眼里像是卡了鸡毛，声音尖锐变调。林峰没搭理他，也没看屋里的任何人。那个庞然大物被硬生生拽进了院子里的光亮处，所有人的视线像是被磁铁吸住的铁线，死死定在地上那一大坨东西上。刘建军张大了嘴，下巴像是脱了臼。林峰随手捡起一条冻硬的老头鱼。都愣着干什么？烧火，把锅烧红，今晚老子让你们知道肉是个什么味儿。这一嗓子把这帮知青丢了的魂都喊回来了。几十号人像是刚开了闸的疯狗，连滚带爬的往院子中间扑。赵大国冲在最前面，这1米8的汉子也不嫌脏，扑通一声跪在雪地里，两只大手死死按住袍子的后腿。热的，真是热乎肉！别好丧，剥皮！赵大国一把抓起刀，眼珠子瞪得血红。哎，这就剥！苏小云抱着一捆桦木，踉踉跄跄冲进灶房。大铁锅里的水还没烧开，赵大国已经剁下了2大块连着筋的后座肉，紧接着是那几条冻得梆硬的老头鱼，连着肠子肚子，甚至连鱼鳞都没刮，一股脑全扫进锅里。洗，还没洗呢。洗个屁！高温杀毒，懂不懂？这时候还讲究个屁！没人反驳，哪怕这肉上沾着屎，这帮人也能眼都不眨的吞下去。林峰靠在门框上，没动手，也没人敢指使他动手。刘建军缩在角落里，死死咬着后槽牙。刚才那一嗓子投胎是他喊的，现在要是凑过去，那就是把脸伸过去给林峰踩。那锅开了，没有任何调料，只有一把粗盐，还有林峰随手薅回来的几朵冻蘑。但这股子霸道的肉香根本不讲道理。所有人围在灶台边，死死盯着那口锅。熟了，林哥您先来。林峰走过去，没拿碗，他抄起那个平时用来拌猪食的破搪瓷盆，满满当当舀了一大盆，全是肉。赵大国喉结剧烈滚动，眼珠子都快掉盆里了。林峰端着盆转身走到院子角落，二黑趴在雪窝子里，累得连舌头都缩不回去，但那双眼依旧警惕地盯着这群人。搪瓷盆放在狗鼻子底下，吃，这是你挣的。赵大国咽了口唾沫，心里酸得像喝了陈醋，但他不敢放个屁。有意见？林峰视线如刀，刮过赵大国那张写满心疼的脸。没意见，这就该他吃。女知青先胜，剩下的那是你们这帮爷们的。苏小云捧着碗，手抖得像是得了帕金森，半碗肉，半碗汤，热气熏得他眼泪止不住往下掉。紧接着是赵大国那帮男知青，这帮人就没那么斯文了，也不怕烫烂了嘴，吸溜往肚子里灌。真香啊！活过来了，老子活过来了！锅底渐渐见了光，刘建军站在3米开外，那边的热火朝天，跟他没关系。他手里捏着那个缺口的饭碗，碗底干干净净。赵大国斜眼瞅着刘建军，阴阳怪气地哼了一声。有些人啊，刚才不是说这是去送死吗？咋不去死呢？还在这闻味儿。刘建军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像是被人抡圆了扇了2巴掌。他咬着牙转身就要走。站住！林峰的声音不大，甚至有些懒散，但这2个字像是带着钩子，硬生生把刘建军拽住了。刘建军身子僵硬。林峰，你别欺人太甚。欺负你，老子没那个闲工夫。想吃就过来，不想吃
现在就滚回屋去挺尸。刘建军猛地转过身，那双凹陷的眼珠子里全是怨毒，这是羞辱。我不吃，我就算饿死也不吃你这一口。先，林峰笑了，他慢悠悠地走到锅边，拿起勺子，舀起表面那一层珍贵的油脂，手腕倾斜，金黄的油汤泼在满是煤灰的灶台上，顺着砖缝往下流。有骨气，赵大国，把剩下的喂狗。刘建军眼睁睁看着那勺能救命的油水变成垃圾，心都在滴血。他的骨气在胃酸的腐蚀下，连1秒钟都没撑住。喂，林峰停手，看着他，没说话，眼神里的意思很明白，求我。刘建军浑身都在抖，终于，他拖着那条裹着烂布的伤腿，一步步挪了过去。给我来点，听不见。给我1碗汤，求你了。林峰拿起勺子，舀了一碗最浑浊的汤，没有肉，只有渣子。接着，刘建军颤抖着双手接过来，那种滚烫的触感让他想哭。记住了，这集体户，我不养闲人，但我也不饿死仇人，活着才能看着我是怎么踩在你头上的。就在所有人都沉浸在这难得的饱腹感中时，院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林峰皱眉，这个点风停雪住，谁会来这穷的叮当响的知青点？谁在里面炖肉呢？这么大的味儿，也不怕把狼招来？既然招不来狼，那招来咱们这群野鬼，是不是也得赏口饭吃？咣当！本来就摇摇欲坠的院门被人一脚踹开，几个穿着破烂羊皮袄、手里拎着棒子和铁锹的汉子大摇大摆地闯了进来。为首的那个一脸横肉，是隔壁村出了名的二流子。所有知青手里的碗都停住了，只有林峰抄起灶台上那把还没洗的剔骨刀。想吃饭，那是给狗吃的，你们这群野鬼想吃的拿命换。赖皮蝉没动，但他握着铁锹的手指关节发白了。拿命换？赖皮蝉干笑一声，脸上的横肉不自然的抽搐。他是混子，混子也是肉长的，怕疼更怕死。林峰眼神没在他身上停留，只是手腕微转。滚！赵大国拎着那根半截烧火棍冲了出来，身后跟着4、5个男知青。赖皮蝉，你动林哥一下试试。行，林峰，你也行，我看你能护着帮知青到什么时候？狠话撂完，人撤得比兔子还快。院门那2块破木板在风里哐当作响。林峰收了刀，没看赵大国那帮人邀功的脸。明天还要上工，睡觉。屋内，林峰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林哥，水稍微有些烫，您忍忍。那个平时最傲气的小眼镜，此刻正蹲在地上，毕恭毕敬地把林峰的脚往水盆里按。赵大国在旁边递毛巾，脸上堆着笑。角落里，刘建军缩在黑漆漆的阴影中，他手里攥着那个被舔得干干净净的空碗，指甲扣着碗沿，发出细微刺耳的声响。一件棉袄递了过来，苏小云低着头，耳根子红得透亮。袖口不好了。林峰接过，刚抬起头，苏小云已经像受惊的鹌鹑一样钻回了女知青那边的被窝，脑袋蒙得严严实实。次日，晨光熹微，敲门声很沉。赵大国打着哈欠去开门，看清来人，哈欠瞬间噎在嗓子眼。大队长，林峰起了吗？林峰从灶房出来，昨晚那头袍子大半截埋在雪堆里，天然冷冻，只露出一截诱人的后腿。张万山的视线在后腿上粘了半秒，才艰难移开。队长，林峰啊，昨晚的事儿我听说了，赖皮蝉那人记仇，这肉虽然是野味，但也算集体财产。按理说，话没说完，全是套路。林峰笑了笑，转身走到雪堆旁，手起刀落，4、5斤最金贵的里脊肉被切了下来。他走回张万山身边，借着身体遮挡，那包肉顺滑地塞进了张万山宽大的袖筒。队长最近操劳，这块肉没筋，适合补身子。张万山袖子一沉，脸上那层官威瞬间化开了。你小子，我看你在林子里扛木头取材了，大队不缺个记功分的活轻省，你去吧。门后偷听的刘建军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记功分那可是知青梦寐以求的肥差。队长好意我心领了，我这人也惯了，坐不住板凳。听说马号缺人，你要去养马，那是全大队最脏最臭离人群最远的地方。图个清静，而且那地方离林子近，晚上我想跟队里申请把枪，顺便护护林。这才是目的，独门独院，有枪，天高皇帝远，那是他林峰的私人地盘。只要有了枪和地盘，他的那些物资才能见光，他在这个时代才有真正的立足之地。行，枪的事儿不好办，但我去跟治保主任磨磨嘴皮子，你去吧。夜深，知青点的大门再次被撞开，这次没有狗叫。二黑昨晚吃撑了，这会儿正趴在林峰脚边打呼噜。都不许动！公社治保主任张大炮带着2个背着长枪的民兵闯了进来。林峰，有人举报你私藏枪支，投机倒把，贿赂干部，跟老子走一趟！屋里死寂，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角落。刘建军缩在那，整个人都在发抖。抓我，但我怕你到时候跪着求我摘下来。张大炮火了，在这公社1亩3分地，还没人敢这么跟他说话。带走！林峰被推搡着往外走，经过刘建军身边时，他脚步顿了一下，没回头。被窝里捂热乎点，等我回来，那是我的。刘建军死盯着门口那道被铐住的身影。林峰那句威胁他听见了，但他不在乎。进了公社保卫科的小黑屋，那就是阎王爷进了磨盘，不死也得脱层皮。等你林峰能不能全虚全影的回来，还是两说。磨蹭什么？喏！一道黑影卷着腥风从炕角窜了出来。二黑疯了！妈呀！张大炮吓得脸皮乱抖，本能的举起驳壳枪，手指已经扣在了扳机上。趴下！2个字不是吼出来的，
是从林峰喉咙里炸出来的。与此同时，那双戴着铐子的大手精准探出，硬生生在半空中截住了二黑那块厚实的后颈皮。留着牙，这肉太臭，不值得咬。二黑喉咙里的雷声瞬间熄了，张大炮惊魂未定，裤裆里泛起一股尿骚味。刚才那一瞬，死神就在他脖子上吹气，羞恼瞬间冲上头顶。好你个林峰，纵口行凶，罪加一等！老子毙了这畜生，再毙了你！两个民兵也端平了长枪，黑洞洞的枪口指着炕上的人群。不许动他！一个人影撞了出来，苏小云。那是我们集体吃的肉，是经大队长认可的，是为了改善知青伙食，不是投机倒把。你凭什么抓人？张大炮愣住。放屁！角落里，刘建军终于忍不住了。我也在场，那就是林峰私自打的，事前大队长根本不知道。苏小云，你这是包庇，你是坏分子。这一嗓子把原本还在犹豫的众人都喊醒了。要是今晚让林峰被带走，往后这支清点的人心就散了，谁还瞧得起这帮为了口吃的当缩头乌龟的软蛋？刘建军，你把嘴闭上！我也吃了，那肉真香，老子连汤都喝了。你要抓就把老子也抓走。对，我们也吃了，谁没吃谁是孙子。凭啥抓林峰？那是我们集体的肉。呼啦一下，10几号男知青全涌了上来。张大炮脸上的横肉抽搐着，他今天是来捞油水的，顺便立威。要是真把10几号知青全抓回去，公社书记明天就能扒了他的皮。反了，天哪！造反！你们想对抗组织？我看想造反的是你吧？一道沉稳的声音从门外压进来，张万山大步走了进来。大队长，这大半夜的，好大的官威啊！张万山没看枪，也没看手铐，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信纸，慢条斯理地展开，上面那个红彤彤的公章，在煤油灯下红得刺眼。老张，你说林峰私打猎物，看清楚了，这是公社食堂前天给咱们大队下的采购任务。这几天大雪封山，我想这知青们也不容易，就让林峰同志进山碰碰运气。没想到这小子争气，真打着了。这一半是上交公社的任务，剩下的是给知青们的奖励，手续齐全，账目清晰。这笔账昨天下午入的，狍子肉60斤，抵扣任务款。这一手绝了！林峰塞进袖口的那块里脊肉，这会儿成了公社的任务。张大炮拿着那张纸，手有点抖。这是误会，既然是万山叔安排的任务，那肯定是误会。他转头看向角落里的刘建军，那双三角眼里全是狠毒。刘知青，你这觉悟不行啊，捕风捉影，破坏团结。看来的让你好好去公社学习班改造。行了，张主任，这铐子还带吗？我这手腕子骨头硬，怕把您的好铐子给崩坏了。张大炮脸皮直抽，但他还得陪笑。林同志，这是哪里话？既然查清楚了，那就是好同志。要是转动，手铐落地，林峰揉了揉手腕，上面被勒出一道深红的印子。他没理会张大炮的讨好，径直走到角落，站在刘建军的炕沿前。刘建军抖得像筛糠，连求饶的话都卡在嗓子眼里出不来。我刚才说了，被我捂热乎点，我回来了。张大炮带着人灰溜溜的走了。张万山临走前把林峰叫到了门外。你小子这招玩得险，要是我不来，你打算咋办？您会来的，那块里脊肉没筋，那是最好的心头肉，您舍不得。行，是个做大事的料。一把沉甸甸的铜钥匙被塞进林峰手心。马号那边我打过招呼了，那边清静是清静，就是有点不太平。前几天死了2匹马，都没看出是咋死的。那地方阴，这要是你拿着那把老洋炮，我也让人给你送过去了，就在马槽子底下压着，能不能镇得住，看你命硬不硬。谢了。回到屋里，大家都还没睡。林哥，趁热吃。苏小云红着脸把一个烤得焦黑的红薯递过来，林峰接过来咬了一口。赵大国凑过来，一脸憨笑。林哥，明儿咱们真要去马号，听说那边闹东西。怕了？怕个球！跟着林哥，就算是阎王殿，我也敢闯一闯。夜深了，林峰坐在炕头，借着窗外透进来的血光，摊开手掌，那把铜钥匙静静地躺在手心里。马号离这3里地，那是这片兴安岭里最偏僻的角落，也是他未来安身立命的堡垒。至于闹不闹东西，就算是厉鬼，也得问问他手里的刀答不答应。天塌了！这一嗓子把清晨那层薄雾吼得稀碎。王大爷瘫坐在黑土地上，他怀里揣着半截被嚼烂的红萝卜，那动静比死了亲爹还惨。2000多斤红萝卜，那是全村老少爷们熬过这个冬天的保命粮，现在全完了。林峰拎着铁锹赶到时，地头已经围满了人。作孽！都怪林峰！人群里突然窜出一个尖利的嗓音，刘建军一瘸一拐地挤到人前。大伙评评理，二黑那么凶的狗，要是昨晚拴在这儿，这搂抱能没吗？他林峰为了自己住马号舒服，把集体财产的安全抛在脑后，这是什么？这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这是对咱们贫下中农犯罪。帽子扣得很大，在这个饿肚子的年代，谁动了粮食，谁就是阶级敌人。是啊，那狗看着是凶，要是留这就好了。林志清，你咋这么自私呢？林峰没看那些指指点点的社员，甚至没看刘建军，他径直走到那片狼藉的菜窖前，蹲下。这蹄印大的邪乎，比成年人的脸盘子还大一圈，深深踩进冻硬的土层里，旁边杂乱的小蹄印密密麻麻。这是一头成了精的猪王，带着一群愣头青来进货了。妈够了！林峰站起来，
他转过身，视线落在刘建军脸上。刘建军嗓子眼里像是塞了团驴毛，后半截骂街的话硬生生憋了回去。马号在哪？北坡。今早风往哪吹？北风，你问这干啥？别想转移话题。北坡是风口，昨晚刮了一宿北风，二黑身上的味儿能飘出去3里地。这畜生是绕着走的，他们特意避开了北坡风口，绕了3里路，从东边的洼地摸进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闻到了二黑的气味，那是硬茬子，他们不敢碰。我带狗守马号，守的是队里的马，那是大队的命根子。要是昨晚按你说的，把二黑死拴在这菜窖口，野猪群一冲，绳子解不开，那就是死狗一条。到时候死的就不光是红萝卜，守夜的人也得让猪把肠子挑出来。刘建军脸涨成了猪肝色，却还在强撑。强词夺理，这就是你没防范意识。要是有人好好巡逻，肯定能发现。说得好，巡逻。昨晚是你那组值夜吧？瓜子嗑得挺香，牌打得挺顺，野猪在你眼皮子底下拱了2000斤萝卜。你们是在斗地主，还是在草窝里睡死了？全场死寂，所有社员的目光此刻都像是刚磨好的剔骨刀，死死扎在刘建军身上，玩忽职守，糟践集体财产，这罪名够把刘建军拉出去批斗100回。刘建军腿肚子转筋，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好啊，原来是你个兔崽子，赔我的萝卜一赔。行了，刘建军记大过，扣3个月工分，再去公社学习班反省半个月。现在的关键是那边还有个红薯窖，这猪尝到了甜头，今晚肯定还得来。那是全村最后的口粮，没人敢吭声。野猪成群，那是阎王爷的仪仗队，谁去谁死。我去，这狗只认我。红薯窖离马号500米，我守。这是军令状，也是投名状。要想把马号变成自己的私人领地，要想以后没人敢惦记他手里的物资，今天就得立威。张万山盯着林峰看了半晌，目光复杂。中，库里的火药铁山你随便用，那把老洋炮威力大，小心炸膛。耶，风紧了。林峰没点灯，时间被拉得很长。突然，二黑猛地起身，林峰端枪，枪口微挑，锁定了声音的方向，但他没扣扳机，不对劲。陷阱触发后，并没有野兽受伤的惨叫，也没有冲锋的动静。黑暗中，反而传来一阵哼哧哼哧的声音。就在30米开外，那头野猪停住了。这畜生知道那里有陷阱。林峰放下了老洋炮，这种距离，土枪的散弹打过去就是给他挠痒痒。他从腰间缓缓抽出那把剔骨刀，有点意思。林峰推开门，风雪瞬间灌满衣领。远处黑暗中，2点绿油油的鬼火闪了一下，随后没入林海。咸萝卜不好吃，想吃肉。行，明晚老子请你吃席。晨曦惨白，林峰手里的斧头起落，硬木桩被削出一个狰狞的尖刺，院门外的雪壳子被踩碎，发出令人牙酸的咯吱声。张万山领着个人来了，赵三炮，10里8乡出了名的老炮手。就这，我看这栅栏也就是防个耗子。野猪要是发了性子，这几根烧火棍连个屁都算不上。赵叔，这是林志清，昨晚刚跟野猪照过面。赵三炮视线越过林峰，定在屋檐下的二黑身上。头狗身板看着倒是挺壮，就是这架势不行，见了枪不躲，见了生人不叫。这种憨货进了林子，闻着腥味就被狼掏了肚子。话音刚落，他牵着的3条细犬突然冲着二黑呲牙狂吠，狗仗人势。二黑那耷拉着的眼皮猛地掀开，没有叫，喉咙深处滚过一阵闷雷。3条细犬的叫声像是被剪刀硬生生剪断，瞬间夹紧尾巴，抖得像是刚从冰窟窿里捞出来的鹌鹑。赵三炮脸色变了，有点意思，小子，听说这马号以前死过吗？那是兄弟，你个城里来的，压得住？压不压得住，不劳您费心，我这人命硬，阎王爷都不收。刘建军从赵三炮身后钻了出来，一脸幸灾乐祸。林峰，你怎么跟赵叔说话呢？赵叔打过的猪比你见过的都多，要不是赵叔心善，愿意带你这个愣头青，就凭你那杆破洋炮，早晚那是送命。林峰连眼皮都没抬，这种跳梁小丑，多看一眼都算输。行了，办正事，红薯窖不能再出事。一行人踩着没过膝盖的深雪进山，到了3岔口，地上的蹄印变得杂乱无章，像是那群猪在这儿开了个会。赵三炮蹲下，手指抠起一块混着猪粪的血，凑到鼻尖使劲嗅了嗅，往南勾。赵三炮站起身，咔嚓一声拉动枪栓。这畜生吃饱了红萝卜，得找个暖和地方消食。南沟背风，全是干草窝子，睡觉的好地方。赵叔神了，我也觉得是南边。刘建军立马附和，众人刚要动，他在北坡。声音不大，却冷得像冰渣子。林峰目光投向北边那片阴森的黑松林，赵三炮脚下一顿，回头脸上全是讥讽。你说啥？北坡有红椒泥，这头猪昨晚没吃饱，被二黑吓退了，心里憋着火，他不会去睡觉，他会去滚泥。老公猪皮上挂满松油，再去红椒泥坑里滚一圈，都阴了就是一身盔甲。他在备战。话音落地，人群里爆出一阵哄笑，赵三炮笑得前仰后合，差点把肺管子咳出来。挂甲，你小子评书听多了吧？还备战？你当那是穆桂英挂帅呢？老子打了30年猎，还没听说过野猪会主动穿盔甲的。林峰，不懂别装，还兵法呢？你怎么不说那野猪在读孙子兵法？林峰没笑也没争辩，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尤其是在生死线上。既然赵叔去南沟，
那咱们分头，我去北坡。行啊，自己找死我不拦着。等会儿听见枪响，别吓尿了裤子喊救命。说完，赵三炮带着刘建军一伙人浩浩荡荡杀向南沟。林峰站在原地，看着那群背影消失在白桦林尽头，他脸上的平静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猎人看着猎物落网时的冰冷。走，一人一狗钻进通往北坡的风雪里。北坡风像刀子，专门往林口里钻。林峰找了个下风口的岩石缝，老杨炮架在覆满苔藓的石头上，二黑趴在他脚边，鼻子贴着冰冷的岩石，浑身黑毛微微炸。他闻到了那股子混着松油和腥臊的恶臭。天黑了，南沟方向一片死寂。赵三炮他们估计还在哪个草窝子里撅着屁股找猪。突然，砰！沉闷的巨响在南沟炸开，紧接着是狗的惨叫，人群的惊呼：“救命啊！杀人了！猪！野猪！”枪声乱作一团，那是毫无章法的乱射。林峰纹丝未动，那边动静越大，说明赵三炮他们惹的麻烦越大。但林峰清楚，那头所谓的野猪不过是猪群里的哨兵，调虎离山。二黑死死盯着林峰身后那片漆黑密林，两只耳朵向后压平，牙龈完全翻开，惨白的獠牙在黑暗中泛着寒光。林峰感觉到了后颈皮发麻，一股极其危险的气息像块巨石压了下来，就在身后不到20米。那头畜生根本没在泥坑里打滚，他早就裹好了泥浆，潜伏在暗处，看着林峰像个傻子一样把枪口对准沼泽。林峰握着老洋炮的手指并没有扣下扳机，这种距离转身开枪来不及。杀杀杀！蹄子踩碎枯枝，那头猪在享受捕猎前的最后一刻。二黑动了，黑色的闪电没有扑向林峰身后，而是猛地向左侧窜出，撞向那棵枯死的老树。自杀是挑衅，他要引开怪物的注意。背后的密林爆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那股恶臭瞬间将林峰包裹。就是现在，林峰没有转身，而是猛地向前扑倒，整个人像被砍倒的木桩，直挺挺砸进雪地。几乎同时，一道黑色的巨大身影带着摧枯拉朽的力量，擦着他的头皮飞过。那野猪落地，惯性太大，还没来得及回身，林峰在雪地顺势单膝跪地，手中的老洋炮顺势上挑，黑洞洞的枪口正好顶在那头巨兽的屁股后面。野猪浑身那层坚硬如铁的泥甲颤抖了一下，林峰满是冰碴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赵书教的兵法里有没有告诉你，永远别把屁股留给拿枪的人？轰！枪口的火光瞬间照亮了半个山坡，巨大的黑影没倒，雪地上炸开一团血雾。那畜生只是后腿踉跄了一下，紧接着就像台失控的拖拉机，硬是把挡路的灌木丛撞得稀烂，眨眼间钻进了密林深处。二黑弓着身子要追，回来！这不能追，刚才那一枪打得极正，要是换了普通野猪，那一肚子的铁砂早就把肠子打成了筛子，只能躺在地上哼哼。但这头不一样，林峰走到野猪受击的位置，蹲下，雪地上除了那滩腥臭的黑血，还崩落了几块巴掌大的碎片，借着雪地的反光，断面看得清清楚楚，厚厚的一层老松树油子，里面裹着沙粒、干硬的猪毛，甚至还有嵌在里面的细碎石子。这东西经年累月在泥坑里打滚，在松树上蹭痒，风干之后比水泥板还硬。硬气！这畜生不是在洗澡，他是在给自己加钢板。大队部里气氛压抑的像个灵堂。赵三炮是被2个人架回来的，这老头平日里的那股子神气劲儿全没了，羊皮坎肩被挂烂了，棉裤腿上豁开一道大口子，血把露出来的棉花染成了紫黑色，带去的3条细犬有1条没回来。成精了，那是山神爷养的怪。赵三炮嘴唇哆嗦，那张满是褶子的老脸白得像纸。老子的枪就在那10米，顶着脑门扣的扳机，火星子！老子看见那一枪打在猪头上冒火星子，东回来的铁砂把二华的眼珠子都打瞎了。屋里一片哗然，社员们本来就饿得眼绿，这会儿更是吓得腿肚子转筋，连赵炮手都折了，那是刀枪不入啊！完了，这红薯教是守不住了。恐慌像瘟疫，比饥饿传得还快。刘建军缩在人堆里，脸色蜡黄。去公社吧，找武装部，让他们派机枪排来，咱们这就是送死。闭嘴！大雪封山，电话线早让雪压断了，等公社的人爬过来，咱们全村人都得饿成干尸。张万山心里也发苦，老被人讲古，说深山里的老野猪那是铜头铁臂，他只当是个乐子听。今儿算是见了真佛。就在这时，门帘子被猛地掀开，林峰走了进来，手里捏着那块黑乎乎的硬鞘。林峰，是不是你惊了山神？肯定是你乱开枪，把那畜生惹毛了。林峰连眼角都没夹他一下，他径直走到桌前，那块带着血腥味的硬鞘被扔在赵三炮面前。看一眼。赵三炮愣了一下，老头的脸色变了，从惨白变成了猪肝红，最后变成了死灰。松油挂甲。赵三炮毕竟是行家，刚才那是被打懵了，这会儿看见实物，那股子专业劲儿又回来了，只是声音还在抖。啥叫挂甲？松脂、胶泥、砂石，一层层裹上去，风干了就是一件铠甲，没什么妖怪，就是物理防御高了点。刚才我崩了他屁股一枪，他也不好受。屋里静得吓人，赵三炮这边折了狗，伤了人，连根猪毛都没留下。林峰单枪匹马，不仅全虚全乙的回来，还扒了猪一层皮，这差距不用称量都知道有多重。那咋整？那是全村最后的口粮啊！要是让这带甲的畜生冲进红薯窖，能杀2个字，像是2颗钉子，狠狠钉在桌面上。林峰视线像刀子一样扫过众人，最后落在张万山脸上。但这种铁砂不行，力度塞，穿透力太差，给他挠痒痒都不够格。
我要毒头蛋。你会做毒头蛋？把你那最好的黑火药给我，还有1000块，别拿掺了沙子的糊弄我。赵三炮犹豫了，那是他的命根子，这年头火药金贵，铅更是难搞，都是压箱底的宝贝。给他，老赵，别抠抠搜搜的，今晚要是守不住红薯窖，大家都得死。赵三炮咬了咬牙，满脸肉疼，他从怀里掏出一个贴肉藏着的油纸包，又解下腰间的子弹袋，一股脑拍在林峰面前。小子，这可是老子攒了3年的家底，你要是浪费了，浪费不了。林峰一把抓起东西，起身就走，走到门口，他停下脚步，背对着众人。今晚马号那边除了我，谁也别去。凭啥？你想独吞功劳，那是集体财。就凭人家敢跟挂甲的野猪拼刺刀，你敢吗？不敢就把嘴闭上。林峰有多大把握？他今晚还会来，他没吃饱，还受了伤，这会儿正憋着火找人撒气，正好我也想吃肉了。马号炉火烧得通红，把破败的屋子映得忽明忽暗。铁勺里铅块正在高温下融化，变成了银色的汤汁，泛着令人心悸的光泽。林峰神情专注，像是正在做一台精密的手术。冷却、脱模，3颗形状粗糙但分量压手的毒头弹就做好了。这就不是用来打猎的，这是用来索命的。木门突然被敲响，林峰眉头瞬间拧成了川字，他迅速把子弹压进枪膛，单手提着老洋炮走到门口，肌肉紧绷，门栓拉开。苏小云站在风雪里，她怀里死死抱着个布包，鼻尖冻得通红，睫毛上挂着一层白霜。你怎么来了？苏小云没说话，只是把怀里的布包硬塞进林峰手里，热乎的那是2个白面馒头，还有一瓶没开封的红药水。这是我省下来的口粮，还有这样你要是。那个死字，他怎么也说不出口。林峰低头看着手里的东西，白面馒头，在这个连红薯都要按2分配的日子里，这2个馒头在黑市上能换半条人命。回去。林峰把东西揣进怀里，声音依旧没有任何温度。锁好门，把桌子顶在门后，不管听见什么动静，都不许出来。一定要活着。说完，他转身就跑，像只受惊的兔子，一头扎进了茫茫风雪中。林峰摸了摸领口，转身进屋，反手把门栓插死。借着炉火的微光，林峰从怀里掏出那个小布包，2个白面馒头，1小瓶红药水。看着那瓶只剩半瓶晃荡的红药水，林峰的眼神软了一下，随即又摇了摇头。这年头红药水顶个屁用，真要让野猪那獠牙豁个口子，这点药水也就是给伤口染个色。林峰走到炕角的破木箱前，从夹层里摸出一个用油纸严严实实包裹的小铁盒，打开，一股子清冽独特的药香味瞬间冲淡了屋里的霉味。这是他下乡前特意去4、9成的鸽子市淘换来的。林峰坐在窗前的阴影里，黑洞洞的枪口指着院门外的空地，那里放着半袋子豆饼，那是给那头野猪准备的断头饭。时间1分1秒的流逝，每一秒都像是在拉扯着人的神经。来了，雪地上传来一阵咯吱咯吱的声响，不是4条腿落地的沉闷声。林峰搭在扳机上的食指微微一顿，视线尽头，2个黑影正弯着腰，鬼鬼祟祟地摸向那袋豆饼。不是野猪，那2个影子直立行走，手里抓着什么东西。人。林峰眯起了眼，这年头，有时候人比野兽更可怕。林峰慢慢放下了老洋炮，那是给猪王准备的毒头弹，打在这些人身上太浪费。他反手摸向后腰，那把缠着麻绳的剔骨刀无声无息地滑落掌心。想吃独食？林峰推开门，他的声音很轻，轻的就像是在和老朋友打招呼。那2个人影猛地一僵，那个拿菜刀的高个子反应极快，转身挥刀，动作一气呵成，透着股子亡命徒的狠劲。弄死他，这地方没人看见，弄死他，马也是咱们的。林峰没退，他看着那把迎面劈来的菜刀，嘴角扯出一个极其残忍的弧度。正好拿你们祭刀。生锈的菜刀剁下来，带起一股令人牙酸的风声。林峰没退，刀刃贴着鼻尖划过，甚至能闻到铁锈特有的腥气。就在这一瞬，林峰动了，剔骨刀像是毒蛇吐信，精准地扎进高个子的手腕内侧，刀尖一挑，高个子手里的菜刀脱手，哐当一声砸在冻硬的雪地上。没等惨叫声冲出喉咙，那杆沉重的老洋炮枪托已经抡圆了，狠狠砸在他的面颊骨上。砰！高个子横着飞出去3米，半嘴牙混着血沫子，天女散花般喷在雪堆里。矮个子正往嘴里塞豆饼，腮帮子鼓得像个仓鼠，眼珠子差点瞪出来，噎得直翻白眼，一屁股坐在地上。林峰单手把老洋炮扛在肩上，滚！矮个子连滚带爬的去拽同伴，2人像是见了阎王的孤魂野鬼，连那把豁口的菜刀都没敢捡，互相搀扶着扎进了黑漆漆的松树林。林峰抬手，枪口朝天，轰！1米长的火舌撕裂夜空。告诉林子里那些2脚羊，谁再敢把爪子伸进马号，这把刀就不仅仅是挑手筋了。这一枪是给潜伏在暗处那些恶绿了眼的恶鬼立规矩。这地方有枪，有恶狗，还有个比野兽更狠的人。天刚蒙蒙亮，二黑从屋里钻出来，吃。林峰扔出一副带冰碴的野兔下水，二黑一口咬住，没有狼吞虎咽，只有后槽牙研磨骨头的脆响。这狗变了，见过大火，闻过死气，那股子土狗的憨气退得干干净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心悸的阴冷。多吃点，长了力气才好掏那畜生的心窝子。晌午，日头毒辣，北坡那棵老松树还在，树皮被蹭得溜光，渗出的松脂在低温下凝成了琥珀色的硬块，里面混着黑硬的猪毛。林峰站在树前比量，蹭痕最高处，有点意思。这头野猪体型巨大，但这恰恰是死穴，
腿短，身子沉，他在泥坑里打滚，再来蹭树，想把那层防弹衣裹严实，可有些地方他永远蹭不到。林峰目光投向幽深的密林，正面硬刚，哪怕是毒头弹打在挂甲上也容易跳弹，想杀他就得让他把脖子露出来，这需要一个诱饵，一个能让这头谨慎到了极点的畜生忘乎所以的昂起头的诱饵。下午，马号周围飘起一股怪味，2筐红萝卜皮拌上粗盐，撒在了距离马号50米的空地上。这年头盐金贵，人都不够吃，但这东西对刚挂完甲的野猪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林峰，你疯了，把这祸害招到村口，你是想害死大伙吗？谁动萝卜皮，我就动谁。林峰枪口微垂，眼神比手里的铁疙瘩还冷。林子里树密草深，他往泥坑一钻，神仙也难找，只有把他引到这片开阔地，我的枪才能响。你觉得你能杀他？枪给你。老洋炮递过去，刘建军缩着脖子，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张万山赶到，看了一眼地上的萝卜皮，又看了一眼林峰，都散了。谁要是坏了林之星的事，老子扣他全家公分。人群散去，有把握？5成，够高了。张万山苦笑，转身离开，背影佝偻得像背了一座山。赵三炮那天连1成都没有。第一夜，几只野兔闻着盐味凑过来，被二黑无声无息地咬断了脖子。林峰没睡，枪管始终是热的。第2夜起了风，雪沫子打在窗户纸上沙沙作响，还是没动静。第3夜，月亮惨白，照得雪原亮如白昼。突然，二黑站了起来，他死死盯着窗外，浑身黑毛炸开，脊背弓成一张拉满的硬。林峰停住呼吸，手指搭上扳机。窗外30米，那片阴影里缓缓剥离出一个庞然大物。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在雪壳上，没有发出半点声音。距离萝卜皮还有5米，他停住了。这畜生那对绿豆大小的眼珠子穿过30米的距离，直勾勾地盯着马号那扇漆黑的窗户。他知道里面有人。林峰的手指微微收紧，不对劲。下一秒，让林峰头皮瞬间发麻的一幕发生了。那头体重接近400斤的巨兽，竟然慢慢抬起了前蹄。他以后腿支撑，极其费力，却又极其诡异地站了起来，就像是一个身披重甲的畸形巨人，直立在雪地中央。那影子分明就是个人形。林峰感觉一股凉气顺着尾椎骨直冲天灵盖，这不是猪，这是披了甲想讨风的妖。黑暗中，老洋炮黑洞洞的枪口锁定了那头直立怪物的胸口，扳机没扣下去。30米外，那头裹满泥浆的巨兽在枪口锁定的瞬间动了，它缓缓地像个迟暮的老人一样，把抬起的前蹄放回了雪地。猪头转动，绿豆大的眼珠子最后弯了一眼马号的窗户，然后转身轻飘飘地钻进了松林。操！林峰把老洋炮撤回屋里，掌心全是冷汗。这畜生不是来找吃的，他是来认脸的。这一夜才刚开头，林子里的动静就没停过。这畜生在围着马号绕圈，时远时近，一忽而在左，一忽而在右。他在制造噪音，他在消耗屋里人的精神。只要林峰敢合眼，哪怕只是眼皮子打个架，那对像匕首一样的獠牙，下一秒就能顶开那扇破木门。二黑在屋里转磨，喉咙里的明液声像是拉风箱，连这条敢咬狼的狗都感到了来自血脉压制的恐惧。趴好！二黑夹着尾巴缩回炕角，不转了。主心骨还在，他就不敢乱。林峰把一根细麻绳系在二黑前腿上，另一头拴在自己手腕。进院子再扯我！林峰抱着枪，何以躺在硬邦邦的炕席上，这一觉全是碎片，梦里全是血，前世被狼群撕咬的痛感，混着这辈子透骨的寒风。手腕猛地一紧，林峰是从炕上弹起来的，枪口瞬间指向门口，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门外没动静，天亮了，敲门声3轻1重。林峰拉开门栓，苏小云裹得像个圆滚滚的雪人，站在风口里，手里捧着个吊瓷的搪瓷缸子，热气腾腾。又是白面。林峰皱眉，这年头知青点的细粮比金子还贵，这一缸子面疙瘩，怕是这傻姑娘把1个月的口粮都搭进去了。我吃过了。苏小云低着头，眼睫毛上挂着霜，根本不敢看林峰那张满是胡茬的脸。别嫌弃。林峰没废话，端起缸子，仰脖一口气灌了下去。哟，都要死了还搞对象呢？刘建军缩在大队部墙根底下，手里捏着半个窝头，一脸幸灾乐祸的便秘想：这是断头饭吧？多吃点，省得做个饿死鬼。到了底下，砰！一颗鸡蛋大的冻石块贴着刘建军的头皮砸在红砖墙上，刘建军的话被硬生生砸回了肚子里。再多嘴，下回飞过去的就是铅弹。林峰连头都没回，刘建军脸色惨白，张了张嘴，愣是没敢发出一点动静。回去。林峰把空缸子塞回苏小云手里。这几天离马号远点。苏小云脸红得像发烧，抱着缸子用力点头，转身跑进风雪。林峰没回屋，他拎着一把生锈的铁锹，大步走向昨晚野猪站立的地方。雪地上2个巨大的蹄印深陷下去半尺，这就是战书。林峰从马号后头翻出一副捕兽夹，下夹、覆土、撒浮雪，动作行云流水，没有半点多余。最后他在夹子上方撒了一把炒得喷香的黄豆。这种老掉牙的陷阱，大概率夹不住那个鬼精的老猪，但这是一种态度，老子就在这儿，有种你就来。第2天清晨，一声脆响如惊雷炸裂，马号里二黑疯了一样狂吠。林峰提着枪冲出门，甚至都没来得及穿大衣。远处张万山披着外套也往这边跑，脸上全是惊喜。夹住了，听动静是个大家伙。林峰站在坑边，脚步顿住了，脸上的表情慢慢凝固，最后化作一种让人脊背发凉的阴沉。
坑里没有猪，那副足以夹断熊腿的捕兽夹，此刻正死死咬合在一起，而被那2排巨齿死死咬住的，不是猪腿，是一块大青石，而在石头旁边还有一坨新鲜热乎、冒着白气的猪粪，全场死寂，没人敢说话。哈！林峰盯着那坨猪粪，他笑了。前世他在边境线上跟毒贩玩命，在丛林里跟雇佣兵对狙，哪次不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没想到重活一回，让一头畜生给鄙视了。行，真行！林峰转身走到二黑身边，没有任何犹豫，一把解开了狗脖子上的麻绳。不想活了是吧？他手指指向那串延伸向大山深处的蹄印，那是野猪特意留下的，这是在引他进去，这是阴谋。带路。既然阵地战你不打，游击战你也不打，那就打运动战。林峰从腰间抽出那把缠着麻绳的剔骨刀。林峰，你干啥去？那是深山，进去了就出不来。林峰没回头，也没停步，一人一狗一枪，径直踩进了没过膝盖的深雪里。这一次不是守株待兔，是他把自己当成了诱饵，亲自送到了那头野猪的嘴边。白桦林尽头，一双绿豆大小的眼睛正贪婪地注视着那个走入死地的猎物。那一刻，他的嘴角似乎勾起了一抹属于人类的残忍的笑。林峰没回头，他甚至连步频都没有乱，依旧深一脚浅一脚地往白桦林深处躺。跟紧点！林峰低声喝了一句，二黑没叫。这条平日里只会对着生人狂吠的黑狗，此刻安静的像是个幽灵。前方是一片由于山火烧过而新长出来的白桦次生林。对于体型庞大的野猪来说，这里是天然的障碍场，但对于人，这里是绝佳的游击区。林峰挑了一棵碗口粗的白桦树，身子一侧闪了进去，背靠树干，老洋炮那冰冷的枪托抵在肩窝，他屏住气，胸腔里的心脏撞击着肋骨，咚咚作响。来了，那种被死神盯上的凉意瞬间穿透了厚重的棉大衣。那头裹满泥甲的巨兽根本没有试探，没有迂回，他认准了林峰藏身的位置，带着一股毁天灭地的气势直线碾压过来。20米，林峰甚至能看清那对獠牙上挂着的干涸血丝，还有那层泛着青光的松油挂甲。二黑动了，就在野猪即将撞上白桦树的前一秒，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二黑张开那张布满利齿的大嘴，口咬在了野猪的后大腿根上，那是挂甲最薄弱的地方之一。即便是隔着几十米，林峰似乎都听到了皮肉被撕裂的声音。正在全速冲锋的野猪身形猛地一歪，野猪被这一口咬得失去了平衡，庞大的身躯在雪地上横移，侧面对准了林峰。林峰从树后闪出，没有任何犹豫，枪口追着那个正在调整重心的巨大黑影。毒头弹没有散步，必须打得准，扣动扳机。巨大的后坐力推的林峰向后滑了2步，右肩像被铁锤狠狠砸了一下。在那一瞬间，林峰清楚地看到野猪左肩爆开一团耀眼的火星，那块比生铁还硬的铠甲瞬间崩碎，炸开一个碗口大的缺口。那颗毒头弹虽然炸开了挂甲，虽然嵌进了肉里，但没有打穿骨头。林峰心里咯噔一下，没时间震惊。野猪在惨叫声中硬生生止住了颓势，他根本没去管身后死死咬着他后腿不放的二黑，那对充满了血丝的绿豆眼死死锁定了手里拿着冒烟铁管的两脚兽。他猛地甩头，脖梗上的鬃毛根根炸裂，后腿一蹬雪地，硬是拖着咬在腿上的二黑，朝着林峰再次发起了冲锋。林峰手腕一翻，那杆沉重的老洋炮被他当成标枪，狠狠砸向野猪的面门，随后转身就跑。那头野猪根本不避让，碗口粗的小树被他一路撞断，木屑横飞。他腰身诡异的扭动，然后用那个坚硬如铁的大屁股狠狠朝着侧面一甩。他避开了腰椎的致命撞击，但下半身还是被那像铁石一样的猪屁股狠狠扫中。二黑发出一声痛呼，身体像个皮球一样横飞出去。林峰停下了，不是不想跑，是没路了。身后沉重的脚步声逼近，那头野猪解决了纠缠的狗，终于可以专心对付这个最大的仇人。他也不急了，他似乎知道猎物没路了。那股令人窒息的腥风扑面而来，林峰没退，他做了一个连那头成了精的野猪都想不到的动作，他不退反进，左脚猛地向前跨出半步，整个人迎着那辆疾驰的坦克，狠狠撞进了他充满腥臭的怀里。腥风扑面，两根发黄的獠牙就在头顶3寸。林峰没抬头，就在这堵肉墙即将撞碎他胸骨的刹那，他膝盖一软，整个人顺势向后仰倒，借着雪地的润滑，身体紧贴着冰冷的地皮，向前急速滑铲。林峰屏住呼吸，右手死死扣住刀柄，指节因过度用力而清白，刀刃向上。就在身体划过野猪前腿内侧的瞬间，双臂肌肉暴起，林峰把那柄20公分的剔骨刀狠狠捅进了那片唯一的柔软腹地，刀刃切开后皮，紧接着是布帛撕裂的脆响，一道半米长的口子瞬间炸开。那头野猪还在往前冲，但这已经不是冲锋，是失控的坠毁。它就像一辆断了轴的卡车，侧身翻滚着，狠狠撞向了那面漆黑的断崖。林峰从雪堆里爬出来，断崖底，那头野猪彻底发了狂，它不再试图站立，而是像个巨大的肉碾子，在雪地上无差别的翻滚撕咬。一道黑影拖着断腿冲了上去，二黑趁着野猪翻身露背的空档，张开大嘴，一口咬住了野猪脖梗后方那块厚实的鬃毛。林峰动了，他像只猎豹一样冲了出去，踩着野猪乱蹬的后腿，林峰整个人骑上了那宽阔的猪背，右手反握剔骨刀，用尽全身力气，把身体的重量压在刀柄上，精准地扎进了那颗正在狂暴跳动的心脏。林峰咬着牙，右手死死攥住刀柄，在那个血洞里用力搅动了2圈，野猪发出一声漏气般的嘶鸣，
他还在抽搐。林峰没有立刻下来，直到身下那座肉山彻底变凉，直到二黑松开嘴，瘫软在雪地上大口喘气。结束了，林峰松开手，他从猪背上滑下来，一屁股坐在那一滩血泊里。好狗！此时远处的松林里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林知青、林峰，张万山的嗓门透着骨子焦急，还有刘建军那公鸭嗓。我看是悬了，那动静，那是猪叫唤吗？那是阎王爷点命呢，这会儿估计肠子都凉了。闭上你的臭嘴！光亮越来越近，人群冲出了白桦林。张万山提着猎枪冲在最前头，老脸冻得发紫。还有苏小云姑娘跑丢了一只鞋，脚上裹着块破布，手里举着风灯，脸白得像纸。他们看到了断崖下的场景，刹那间，所有人定在了原地。看到众人呆滞的表情，林峰没起身，只是抬起那只没受伤的右手，指了指屁股底下的庞然大物。肉挺肥，抬回去分了。人群没敢立刻靠上来，那头黑狗还吊着一口气。二黑拖着那条呈90度死蛇的后腿，硬是在雪地上蹭到了林峰身前。没事了。呜咽声停了，二黑紧绷的肌肉松弛下来。这一仗，他把半条命都交代了。这狗通人性，是个护主的种。张万山把老洋炮背回肩上，老脸上的震惊还没退干净，扭头冲人群喊：“愣着干啥？还不赶紧的！赵三爷，您给长长眼！”人墙分开，赵大国背着个干瘦老头挤了进来。那是村里的老猎户，前年被黑瞎子废了半条腿，是屯子里最有威望的把式。老头从背上滑下来，看了看插在心脏位置只剩木柄的剔骨刀。赵三爷抬起那双浑浊的老眼，死死盯着林峰，像是在看头比野猪更凶猛的兽。这会儿，当年的胡子头也没这胆色，咱靠山屯30年没出过这种人物了。知青里头出了个把头。刘建军，你刚才不还说林知青肠子都凉了吗？咋地？这还没死呢，你就急着给人哭丧？刘建军缩在最后面，脸上一阵青一阵白。他原本草稿都打好了，想回去汇报知青因公牺牲，谁成想这林峰不仅没死，还成了打虎英雄。没人在意这种跳梁小丑。拿绳子套上，把这祖宗请回村，今儿个过年。林峰没去帮忙，他抱起瘫软的二黑，右胳膊拖就不敢用力，只能单手拖着狗身子，钻心的疼顺着关节往脑仁里钻。他连眉毛都没皱一下。林峰，我来抱吧。不用，这畜生认生，别人抱，他咬人。回村的路不长，林峰走在最后。老洋炮是个废物，要是刚才手里有一把56板，哪怕是老旧的3八大盖，这头猪在30米外就该趴下了。二黑也不至于废条腿，得搞枪，搞一把能连发。真正要命的家伙回到马号，屋里已经被赵大国烧得滚热。林峰把二黑放在炕头，找2块直流木板，烧把剪刀。苏小云手忙脚乱地去翻找。林峰从那堆破烂里翻出半瓶圣酒，又摸出2颗以前攒的止痛片，强行塞进二黑嘴里。忍着点。剪刀递了过来，林峰剪开乱毛，手掌按在断骨处。二黑身子猛地一抽，刚要惨叫，林峰的手已经死死按住了他的喉管，另一只手飞快递上了夹板，动作行云流水，冷酷的像个杀手。处理完狗，林峰靠在墙根，出了一身冷汗。他抓着自己的右手手腕，脚踩着炕沿，猛地往上一提，咔，关节复位。旁边举着风灯的苏小云脸都白了，纱布在手里抖个不停。你自己接骨头，不然呢？以后当残废。过来，把我背后的伤口包一下。苏小云赶紧凑过去，酒精棉球擦上去的时候，林峰背部肌肉瞬间绷紧如铁。疼吗？苏小云眼泪又要下来。别哭，再哭就把伤口冲咸了，不好长肉。屋外传来喧闹声，杀猪菜要开席了。张万山在大队部院子里架起了几口大锅，这年头缺油水，3指厚的肥膘比黄金还金贵。林子进来了，人群自动让出一条道。林峰走到案板前，几个杀猪匠刚给那头巨兽开膛，一股浓烈的腥骚味扑面而来。林英雄，这头功是你的，要哪块？立即还是后做？院子里几口大锅把血水烧得翻滚，杀猪匠双手捧着那把用了10年的剔骨尖刀，刀柄向外递给林峰。山里的规矩，谁打的猎物，谁长第一刀。林峰没推辞，伸手接刀。他走到案板前，林峰没急着下刀，左手搭在猪脊梁上。赵三爷眯起那双浑浊的老眼，问路，这后生在摸骨缝，一刀下去不见骨屑，那才是把式。话音未落，林峰手起刀落，没有任何花哨，刀刃顺着颈椎骨的缝隙切入，像是热刀切黄油。滋啦一声轻响，一大块连皮带肉的后座被卸了下来。5斤，给张大队夹。杀猪匠老李眼皮一跳，他是行家，这一刀下去不用上秤他也知道，绝对5斤，不多不少。人群瞬间炸了，神了，这手艺比供销社那切肉的还准。林峰手里的刀越来越快，那把切肉的刀半个钟头前刚捅穿过野猪的心脏。这一块，林峰突然停刀，刀尖一挑，割下最嫩的一条里脊，顺手抄起那颗还温热的猪心，这是全猪身上最金贵的物件，按照惯例，这是留给大队干部的。林峰拎着肉和心，径直走到赵三爷面前。赵叔，刚才您那句华产开膛说的透彻，这肉算学费，回头还得请您指点指点那老洋炮的门道。赵三爷愣住，那张像老树皮一样的脸，竟然在火光下红了红。就在昨天，他还因为二黑咬鸡的事儿骂过林峰。赵三爷没接肉，以后这屯子里谁要是敢再说知青是软蛋，我赵三爷第一个把他的牙掰下来。
老头一把抓过肉，转身冲着那帮眼馋的小年轻吼道：“看啥看？回家拿酒去，今儿个我跟林把头喝一顿。”一声林把头，在这靠山屯，林峰算是彻底站稳了脚跟。第一盆煮出来的肉，那是敬天敬地敬功臣的，人不能先动。林峰端起盆，放在马号门口的雪地上。二黑闻到了味儿，吃。林峰只说了一个字，二黑埋头就是一顿狼吞虎咽，连骨头带肉嚼得嘎嘣响。这头刚从鬼门关爬回来的狗，如今就是这条沟里的新王。哎呦，这肉真香啊！刘建军不知啥时候挤到了案板前，手里拿着个崭新的搪瓷脸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林峰手底下那块五花三层。林峰，咱都是知青点的，怎么着也得照顾照顾自己人吧？林峰抬眼，目光像刀锋一样在刘建军脸上刮过，没说话，手起刀落，一块暗红色的肉飞进了刘建军的盆里。刘建军大喜过望，刚想夸两句，低头一看，那张胖脸瞬间成了猪肝色，那是块槽头肉。别说人吃，这玩意儿喂狗都嫌脏。林峰，你什么意思？大家都是知青，凭什么给他们五花？给我这个！林峰把玩着手里的剔骨刀，刀刃在指缝间翻飞。嫌不好，那还给我。这是公家的肉，我要去大队不告你，你搞打击报复。你要告谁？张万山走了过来，手里拎着半瓶没喝完的烧刀子，酒气熏天。刘建军立马换上一副受气包的模样。大队长，您看林峰他故意把带淋巴的肉给我，这是破坏团结。就咋了？有肥有瘦，油水足得很。你要是不爱吃，那更好，省下来给二黑补身子。就是也不看看自己刚才多哪去了，人家林志清拿命换的肉，给你一口那是试试。讽刺声像耳刮子一样抽在刘建军脸上，他那张脸胀成了紫茄子，想把盆扣林峰脸上，又不敢看那把明晃晃的刀，更舍不得那几斤肉。刘建军咬碎了牙，端起那个装着槽头肉的盆，灰溜溜的钻出了人群。林峰连看都没再看他一眼。肉分完了，林峰趁人不注意，切下了那块最坚韧的野猪背皮，连同2根獠牙，卷进麻袋塞到了桌下。这是做靴子和匕首柄的顶级材料。夜深，大队部的小屋里，桌上摆着一大盆酸菜炖白肉，几碟油炸花生米。张万山喝高了。林小子，你是个爷们，那畜生祸害了咱屯子3年，连民兵牌都拿他没辙，让你一把剔骨刀给挑了，这事儿我必须给你记头功。大队长，我想进民兵连。张万山愣了一下，随即一巴掌拍在大腿上。进，必须进！过2天公社搞冬训，扩编民兵连，我给你报名。小子，想要枪是吧？林峰没说话，只是看着他。只要你进了民兵连，我就给你弄杆真家伙，不是老洋炮那种烧火棍，是真正的56瓣，带3棱4刀的那种，一枪一个窟窿。林峰握着酒杯的手指猛地收紧，这才是他要的。在这片深山老林里，有了56瓣，才算真正有了活下去的本钱。酒席散场已经是后半夜，林峰深一脚浅一脚的回到马号，屋里亮着豆大的灯火，二黑趴在炕头睡着了，苏小云还没走，回来了。他从锅里端出一碗热水递过来，给你留了2个热饼子，趁热吃。语气自然的像是等丈夫归家的小媳妇。林峰接过水，即使杀猪时也没抖过的手，这会儿竟然觉得碗壁有些烫人。他的视线落在苏小云脚上，那只跑丢了鞋的脚上裹着层层叠叠的破布，即便烤着火，依旧冻得红肿发亮。林峰心里某个地方被撞了一下。回去吧，太晚了。苏小云点点头，没多说什么。他收拾好东西，走到门口又停下，回头深深看了林峰一眼，这才推门钻进了风雪里。门关上了，屋里只剩下炭火燃烧的噼啪声。林峰坐在炕沿上，那股子酒劲慢慢散去，他摸出那把卷了刃的剔骨刀，这辈子才刚刚开始。马号里弥漫着一股子生涩的皮硝味，那块带着硬棕的野猪背皮已经在灰浆里泡足了3天。林峰手里攥着刮刀，滋啦，一层泛黄的油脂连着筋膜被硬生生推了下来。这是力气活，更是耐性活，直揉到那块硬的能挡子弹的生皮子，软的像娘们的丝绸裤腰带。这才算完，最后一步是裁，不用尺子，剔骨刀在皮面上游走，2片斜帮，2片千层底，中间加了层从自己旧棉袄里掏出的实心棉，缝合线是用马尾鬃毛搓的，过了风蜡，这玩意儿比尼龙绳还韧，水泼不进。最绝的是扣子，林峰磨平了2颗野猪獠牙的根部，做了2枚惨白的骨扣，这是在这个年代有钱也买不到的顶级战靴。清晨，井台边，女知青们为了那点不结冰的深井水，挤成一团。苏小云蹲在最外围，手里的棒槌一下下砸在林峰那件硬邦邦的血衣上，他那双单鞋早就湿透了，脚趾头冻得没了知觉，只能靠跺脚那一瞬间的刺痛来确认腿还在。小云，你是不是缺心眼？那林峰除了会杀猪还会干啥？这种刀头舔血的主，身上煞气重，是要克妻的。你看看人家李向阳，给刘娟送了一双供销社买的条绒棉鞋，那才叫知冷知热。你这图个啥？苏小云没接茬，棒槌落得更重了些。我和他不用图啥。哟，还嘴硬呢。王芳撇撇嘴，刚要继续刻薄2句，一道阴影突然笼罩了井台。王芳觉得后脖梗发凉，一回头正好撞进一双没有任何温度的眸子里。林峰手里拎着个麻袋，就那么戳在他身后。王芳吓得缩着脖子，半个字不敢崩。林峰连眼角的余光都没给他，他走到苏小云身后，大马金刀的蹲下。苏小云刚一抬头，脚踝就被一只滚烫的大手钳住了。别动！苏小云身子一僵，下意识想把脚往回缩。脏！
林峰没理会，单手扯掉那些散发着馊味的湿布条，那只脚暴露在尘风中，青紫肿胀。林峰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周围的女知青们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这年头当众摸脚，这是要被抓典型的流氓罪啊！可林峰脸皮比城墙拐弯还厚，根本不在乎这帮人的眼光。他从麻袋里掏出了那双靴子，把靴子往苏小云脚上一套，他系好皮绳，扣上獠牙，站起来。林峰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苏小云试探着踩了踩地，没声音，软得像踩在云彩垛子上，热气瞬间就把脚脖子护住了。这高帮的设计，别说灌风，就是去烫雪窝子也灌不进血。这是野猪皮，皮子剩的，不值钱。林峰从兜里掏出一盒隔离油，抛给他，晚上多抹点，好得快。说完，他目光扫过旁边呆若木鸡的王芳，王芳只觉得像是被一头孤狼盯上，浑身汗毛倒竖。林峰收回视线，转身就走，背影挺得像杆枪，直到他进了马号，井台边才炸了锅。我的天，那皮子真漂亮啊！供销社那个20块钱的翻毛皮鞋跟这一比，简直就是垃圾。那个扣子是野猪牙，真带劲。女知青们眼里的羡慕和嫉妒快要溢出来了。王芳咬着嘴唇，死死盯着那双靴子，恨不得在上面烧出2个洞。刚才那些刻薄话，现在全变成了抽在自己脸上的耳光。苏小云站在原地，脚底板热烘烘的，这股热气一直暖到了心窝里。男知青宿舍，刘建军趴在窗户缝上，指甲把窗框抠掉了1块7。那双靴子，那个眼神，还有林峰此时此刻在村里那该死的声望，极度像毒蛇一样啃噬着他的心脏。他猛地转身，扑到那张破桌子上，钢笔尖狠狠戳在信纸上，墨水晕开一团黑斑。关于知青林峰破坏团结、私藏集体物资及作风问题的检举信这一行标题，他写得咬牙切齿。利用小恩小惠腐蚀大队干部，企图混入武装民兵队伍，当众与女知青举止轻浮，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动脚，影响极坏。每一个字都是要置人于死地的刀子。只要这封信递到公社王干事手里，林峰不仅进不了民兵连，搞不好还得去农场改造的3年5载。刘建军嘴角勾起一抹阴毒的笑，他把信折成方块，贴身收好，哼着跑调的样板戏，晃晃悠悠推门出去。此时天色擦黑，去公社的路有点远，但他等不及了。刚出院门，一阵有节奏的劈柴声让他脚步一顿。林峰站在院墙拐角的阴影里，手里拎着一把又沉又钝的劈柴斧。他没看地上的木头，那双黑沉沉的眸子正死死盯着刚出门的刘建军。刘建军只觉得裤裆一紧，腿肚子当场就开始转筋。这么晚去哪？我去茅房。刘建军嗓子发紧，声音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那封举报信滚烫，烫得人心慌。林峰没接话，前世在边境线蹲猫耳洞练出来的煞气，此时毫不遮掩地释放出来。他往前逼了一步，靴底碾碎积雪，在这死寂的冬夜，刺耳的像是骨头断裂的脆响。拿来。林峰伸出手。伸什么？刘建军还在装傻，但上下牙磕碰的动静出卖了他。他双膝一软，最后一丝心理防线崩得稀碎。给，都给你。他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掏出那张折叠的信纸，像是扔掉一块烧红的炭。林峰接住，看都没看一眼，就撕成了碎片。刘建军冷汗早就把背心湿透了。刘建军，深山老林，路滑坑多，几百斤的野猪若是发了疯，撞死个人，连骨头渣子都能嚼碎了咽下去。你说要是哪天有人进山没了影，公社失信，那是意外还是谋杀？刘建军瞳孔剧烈收缩，这不是商量，这是通知。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北大荒，在这条人命有时候不如一头耕牛金贵的岁月里，意外太常见了。我错了，我真错了。一股温热顺着大腿根蔓延开来，骚臭味在冷空气里迅速扩散，深色的水渍阴湿了棉裤裆。林峰嫌恶地退后半步，滚回去睡觉，明早要是起不来上工，全村都知道你是个尿裤子的怂包。林峰转身融入黑暗，只剩刘建军抖如筛糠。次日天刚蒙蒙亮，哨声尖锐刺耳，知青点乱成一锅粥，唯独刘建军裹着被子面壁，哼哼唧唧说发了高烧。二黑趴在门槛上，伤腿好了大半，正抱着一根大棒骨专心对付。苏小云提着2根暖壶站在井台边，那个单薄又倔强的女知青不见了。脚冷不？林峰往马槽里添着黑豆瓣草料，头也没回。热乎。苏小云放下暖壶，上来帮着抬草料筐。以前这100多斤的筐她沾手都费劲，今天脚下有了根，腰马合一，力气使得顺畅。王芳他们昨晚想试穿，我没让。不用试，这鞋认主，别人穿了烫脚。苏小云动作一顿，耳根子倏地红透了。就在这时，一阵杂乱且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大队长张万山领着几个人大步流星闯了过来。为首那老头腰里别着旱烟杆，左腿有点跛，但走得极快，脚后跟落地有声。魏老拐，10里8乡出了名的神枪手，公社民兵连的总教官。就是这后生。魏老拐停在马号前，那双浑浊却锐利的眼珠子在林峰身上刮了一遍，带着审视，更带着挑剔。拐爷，就是他，昨儿那头野猪就是他一个人料理的。杀猪和打仗是两码事，听说你想进民兵连，还要申请那把56拜。林峰站直身子，没废话，点了点头。那是公家的枪，不是烧火棍。城里来的娃娃我看多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林子里窜出只兔子能把自己吓个跟头。别以为手里沾了猪血就是猎人。话音未落，魏老拐突然伸手
枯树枝一样的手指猛地扣住林峰的大臂，这是要当众称量这后生的斤两。常年拉硬功练出来的指力，捏碎核桃只需一下，换个普通之轻，这一下就得叫娘。林峰没躲，任由那只铁钳扣住肱二头肌，魏老拐眉毛一挑，指尖传来的触感很清晰，没赘肉，全是练出来的死力气。但他嘴上不饶人，死力气也就是个扛麻袋的料。老头松开手，反手从背上解下一个细长的布包，所有人的视线都被吸了过去，层层油布揭开，一杆黑黝黝的家伙露了出来。考兰的枪管幽冷，木质枪托被磨得油光锃亮。56式半自动步枪，这个年代男人的终极浪漫，也是最致命的凶器。魏老拐单手持枪，猛地拉动枪栓，咔啦，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像是电流窜过每个人的头皮。想要光有力气不行，这大山里的畜生都成了精。那棵歪脖子榆树离这150米，树拳上挂着个破铜锣，以前生产队集结用的，早就锈成了暗红色，也就是个盘子大小。咱们也不欺负生瓜蛋子，给你3发子弹，想了夺，我算你是个爷们；想不了，你就老老实实在这旗舰喂马，别惦记枪的事。150米，那铜锣小的还没人脸大，没瞄具，全靠准心和缺口，再加上这隆冬的硬风，子弹飞过去得偏半米，这是诚心要给人难看。苏小云下意识攥紧了衣角，担忧地看向林峰。林峰没看那棵树，他的目光死死粘在那杆枪上，那种熟悉感刻进了骨髓里。前世这玩意儿陪他在死人堆里滚过几年，闭着眼他都能拆成零件再装回去。不用3发，1发就够。这一枪要是没响，这马号我住一辈子。魏老拐愣住，随即爆发出一阵破锣般的大笑。好小子，口气比脚气还大。老头把枪往林峰怀里一扔，林峰接枪，入手微沉，那股子久违的杀伐气瞬间灌满胸腔。他没有急着举枪，低头拉栓验枪，动作行云流水，快得让人眼花。那一瞬间，他身上那种知青的青涩感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把出鞘刺刀般的锋利。林峰举枪，世界在这一刻静止，食指搭上扳机，预压，枪托猛地向后一撞，砸在锁骨窝里。林峰没眨眼，眼皮都没颤一下，视线穿过准心缺口，死死锁住远处那团虚影。只有一枚滚烫的弹壳从抛壳窗跳出来，在半空划出一道抛物线，叮当一声掉在冻得梆硬的冰面上，烫出一个极小的血窝子。没响声，150米的距离，这点时间差足够让人心脏停跳。人群里刚有人张嘴想问，当那个生了锈的破铜锣像是被人狠狠踹了一脚，剧烈震颤，发出一声惨烈且悠长的金属嘶鸣。固定铜锣的草绳断了，盘子大的铜锣一头扎进厚厚的积雪里，只留个边在外头。张万山愣了2秒，撒腿就往歪脖子树那边跑。那条跛腿在雪地里倒腾得飞快，根本不像个50岁的老头。魏老拐没动，他死死盯着林峰举枪的姿势，枪口下垂45度，手指离开扳机护圈，关保险。这一套动作比他在部队里带过的老兵油子还利索。我的个乖乖！远处传来张万山的惊呼，大队长举着那面铜锣跑了回来，脸上的表情精彩的像是大白天见了鬼。铜锣正中心那个原本用来敲打的凸起位置，多了一个透亮的圆窟窿，边缘卷曲，带着金属撕裂的焦痕，正中红心，不偏不倚。人群炸了，这是那个文弱书生林峰？文弱个屁！我看这要是打在人身上，那就是个死。有人回头去看刘建军，这位积极分子此时缩在人群最后头，脸色惨白的跟身后的雪墙一个色。他看着那个透亮的弹孔，觉得额头眉心处一阵阵发凉，好像那颗子弹已经钻进去了。昨晚的斧头是警告，今天的枪子儿是催命符。只要林峰手里有这杆枪，借他10个胆子，那个举字他也写不出来。枪不错，准心稍微偏左，我修过了。林峰语气平淡，就像是刚借邻居家的镰刀割了一把草。魏老拐浑浊的老眼眯成了一条缝，脸上的橘子皮褶子都没了笑意，只剩下凝重。他没接枪，而是反手把那个油腻腻的帆布子弹带解下来，连同通条、枪油壶一股脑塞进林峰怀里。56发，都是去年的底货，别浪费。老头声音有点哑，没了之前的轻视。林子里那头千斤猪王皮厚，这枪打不透，别去招惹他。遇到狼群，先打头狼，打不着就上树，活着回来。这3句话比给什么奖励都重，这是老猎人的认可，是入行的投名状。林峰点点头，接过子弹带，熟练地系在腰间，那沉甸甸的坠感勒着棉袄，却让人无比踏实。大队长，我带2黑进山转转。去，随便去，打着啥都算你的，队里不扣工分。苏小云2只手紧紧抓着衣角，指节都发白了。他看着林峰的背影，那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男人，此刻就像是一座山，挡在所有风雪前面。王芳原本想酸几句，可看着林峰腰间那鼓鼓囊囊的子弹带，到了嘴边的刻薄话变成了干咽唾沫的声音。出了村口，风更硬了。走，带你吃肉。一人一狗，一脚深一脚浅的进了老林子，越往深处走，树越密。林峰走得很慢，脚下避开了那些枯枝，踩在腐殖层上，几乎没有声响。这是猎人的规矩，谁先暴露，谁就是猎物。走了约莫2里地，2黑突然停住了，背上的狼毛炸开，喉咙里压着低沉的呼噜声，前面有东西。林峰瞬间停步，背后的56半自动步枪顺势滑到手中，子弹上膛。前面是一片灌木丛，雪地上有一串脚印，不是狗，也不是狼，猫科。脚印周围的雪有融化的痕迹，还没动时，
刚过去不久，林峰屏住气，白色的哈气都不敢往外吐。他端着枪，脚尖点地，一点点往侧面横移，尽量不让灌木丛遮挡视线。就在这时，一阵腥风夹杂着血沫子扑面而来，那片看似死寂的枯草丛猛地炸开，一道黄褐色的影子快得像道闪电，根本不给人反应的时间。借着树干的反弹力，凌空扑了下来。二黑狂叫一声，不退反进，张嘴就咬。但这影子的目标不是狗，是人。那两只脸盆大的利爪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寒光，直奔林峰的咽喉。要是被那玩意的尾巴扫中，脖子都能给抽断。这是一头成年金钱豹，万幸这把56半自动步枪进山前就已经顶上了火。林峰没退，他整个人向后直挺挺地砸向雪地。就在这一错身的刹那，林峰枪口上挑，指向那团从头顶飞跃的软腹，手指扣动，砰！枪口喷出一团橘红色的火焰，那头金钱豹连声惨叫都没发出来，身体在空中猛地一僵，随后像是断了线的风筝，重重砸在林峰身后2米处的灌木丛里。二黑这时候才扑上去，死死咬住那瘫软东西的喉管，喉咙里发出明明的威胁声，但这大家伙已经彻底不动了。松口！二黑松开嘴，仍然警惕地绕着尸体打转，背毛竖得像把刷子。林峰走过去检查战利品，这是一头成年公豹，体型健硕，皮毛在斑驳的树影下泛着铜钱般的光泽，子弹从腹部打入，绞碎了心脏，卡在脊骨上，皮子基本完整，这就是钱。走，回家。林峰把枪背好，托起金钱豹，100多斤的死肉在雪地上拖出一道长长的血痕。日头偏西，冷风渐起，知青点的午饭刚过，大伙正聚在场院里晒太阳。刘建军站在磨盘上，还在唾沫横飞地吹嘘他在城里的见闻，试图用虚无缥缈的优越感来掩盖昨晚被斧头支配的恐惧。跟你们说，那大城市的电影院，声音戛然而止。刘建军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眼珠子直勾勾地盯着村口。众人顺着他的视线看去，雪白的村道尽头，林峰拖着个庞然大物，一步步走来。那个身影并不高大，但在雪地里显得格外沉稳。离得近了，那东西身上铜钱大小的花纹清晰可辨。猫呀，老虎！大队长张万山正在大队部核算工分，听见动静，披着棉袄就冲了出来。林峰把那头死豹子往大队部院子里一扔，那豹子虽然死了，但那森白的獠牙和脸盆大的爪子依然散发着让人腿软的煞气。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道，魏老拐走了进来。他蹲下身，在那豹子上温的肚子上摸了一把，又去翻看那个唯一的枪眼，凌空击杀，一枪毙命。魏老拐的手微微抖了一下，他是老猎人，知道这不仅仅是枪法准就能做到的。魏老拐抬起头，看向林峰：“你干的？”他扑过来，我就开了一枪，语气平淡，就像是说刚才出门才死了一只蚂蚁。周围一片死寂，刚才还在吹牛的刘建军，此刻缩在人群最后面，看着那豹子肚子上的血洞，只觉得自己的肚子也跟着一阵阵抽搐。张万山激动的那张黑脸都红透了。好小子，真有你的！这畜生前几天刚咬死了隔壁村的一头驴，县里都发了通告，你这是立了大功。这皮子你自己留着，豹子肉就分给大家，给你记满1个月的工分。慢着，枪法够硬，胆子够大，这手艺用来种地是暴殄天物。大队长，我看这后生别下的干活了，林场那边正好缺个看林子的护林员，让他去点我的班。这话一出，周围顿时炸了锅。护林员那是公社里的肥缺，不用天天在林子里扛木头，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干农活了，只要背着枪在林子里转悠，不仅工分照拿，还能顺手打点野味，这是多少社员做梦都想干的活。这魏叔他是知青，把枪杆子交给他。擦，你信不过我这双招子。刚才那豹子扑下来的时候，换成是你家那几个软蛋，估计裤裆都尿湿了，还能开枪。马上大雪封山，狼群要是下来，除了他，谁能挡？最后这句话像钉子一样扎进张万山的心里。去年狼祸，村里被叼走了2个孩子，那惨状至今是全村人的噩梦。张万山看了看那头死豹子，又看了看林峰那沉稳如山的站姿。成，林峰，从明儿的起，你不用去伐木场了，林场那边的木壳冷小屋归你住。这把枪大队特批给你用，只要你看好林子，别让野兽进村，别让盲流子偷木头，工分给你按满劳力算。另外，这豹子肉今晚起大锅，全村分了。林峰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点了点头。行，这一切都在计划之中。他在人群缝隙里扫了一眼，苏小云站在外围，脸上有担忧，但那双清澈的眼睛里全是崇拜的光。林峰没过去，人多眼杂，这时候搭话是给他找麻烦。他只是冲苏小云极快地挑了下眉毛，然后弯腰提起那只豹子，往食堂方向走去。入夜，大锅饭的肉香混着木柴的烟火气，飘满了整个知青点。林峰没去食堂挤，他端着满满一搪瓷盆的肉菜回到了马号。门帘被掀开一条缝，冷风刚想往里钻，就被一道倩影挡住了。苏小云闪身进屋，动作快得像只受惊的小鹿。给，他从怀里掏出一个还带着体温的小布包，打开是2个白面馒头，跟炊事班老王换的。林峰一眼就看穿了。苏小云脸被炉火映得通红，把馒头塞进林峰手里。你明天就要搬去林场了，那边冷，还没有邻居，这留着路上吃。林峰看着手里的馒头，这是这丫头从牙缝里省下来的口粮。坐。苏小云乖巧坐下，林峰夹起那块最大的筋肉，直接塞进苏小云手里。吃了。我不吃了。命令的语气不容置疑。
苏小云看着那块肉，又看了看林峰严肃的脸，只好低头咬了一小口。林峰，你真要去当护林员啊？那我有空能去看你不？问完这句话，苏小云的头快埋进膝盖里了。林峰看着炉火中跳动的火苗，目光柔和了几分。林场那边的木克棱离村子有3里地，那是真正的二人世界。路不好走，雪深。我不怕。苏小云猛地抬头，眸子里闪着倔强。想来就来。林峰把剩下的半盆肉推过去，这些带回去，给你那个屋的女知青分点。那个王芳嘴碎，吃了你的肉，以后就不敢编排你。林峰的声音很平静，却透着一股子把控全局的周全。苏小云鼻头一酸，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男人，把一切都替他想好了。第二天一早，林峰背着行囊，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往村后的林场走去。二黑那条伤腿还是有点颠，但精神头极好，在雪地里撒着欢。到了那座孤零零的木克棱小屋前，推门，灰尘扑面，屋里比外面还阴冷，墙角结着厚厚的白霜，这是他的新领地。就在这时，二黑突然停止了撒欢，他站在林峰腿边，死死盯着北面的山坡，喉咙里发出压抑而低沉的咆哮。这声音不对，不是遇见猎物的兴奋，是遇见死敌的警示。林峰直起腰，眯起眼睛看向远处的山脊线，风向变了，一股带着腥臊味的风从北面吹来，白茫茫的雪原上出现了一个个灰黑色的小点，寂静无声，却带着一股铺天盖地的压迫感。那是狼群，正站在高岗上，冷冷地注视着这间孤零零的小屋。严冬已至，真正的狩猎才刚刚开始。随着风雪加大，山脊上的那群狼在白天选择了退却，身影逐渐隐没在灰白色的林海中。那头领头的狼王很聪明，他嗅到了林场木屋里56半自动步枪的火药味，也知道哪里是难啃的硬骨头，哪里是嘴边的肥肉。但谁也没想到，入夜之后，这群畜生并没有进攻林场的小木屋。于是，那双忧虑的眼睛在夜色中转了个弯，带着嗜血的寒意，绕过半山腰，直扑山下的村庄。拴在木屋外的二黑没忍住，他不仅是林峰的狗，更是这片土地天生的卫士。当风中传来山下羊群惊恐的咩叫和血腥气时，他发狂般挣脱了林场新换的粗麻绳，一路从山上追到了山下，死死咬住了狼群的尾巴。这一夜风雪太大，掩盖了厮杀声。等天蒙蒙亮，林峰看着断裂的绳索，顺着雪地上一路延伸下山的梅花印和血迹追进村子时，看到的一幕让他瞬间红了眼。二黑没死在狼嘴里，却差点死在人手里。羊圈外头，雪被踩得稀烂，混着黑红的羊血，冻成了硬疙瘩。几十号人围得水泄不通。刘建军嗓门尖细，破锣似的在人群里炸开。毙了他！二黑这条曾经凶悍的狼串子，此刻狼狈到了极点，他没退，哪怕疼得浑身打摆子，那双充满野性的眼睛依然死死盯着枪口，喉咙里压着沉闷的低吼。开枪啊！愣着干啥？刘建军站在人群后头，手里那根沾血的红布条挥得像面旗，他那张白净的脸上透着一股子扭曲的亢奋。这就是铁证，这红布条是苏小云给他缝的，咋会落在死羊堆里？就是他引来的狼群。钱连长，这可是阶级斗争，除害！周围的村民开始骚动，死了3只羊，这在生产队是通天的大事，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必须要有个宣泄口。杀了这条来路不明的狗，似乎是眼下最解气的法子。妈的！钱大军被架在火上烤，心一横，手指扣向扳机，咔嗒，那是撞针蓄力的声音。就在这一秒，一只大手突然从侧面伸过来，没有抓枪，而是直接握住了滚烫的枪管，紧接着是一记势大力沉的横扫，砰！这一脚没踢人，而是狠狠踹在了枪托上。钱大军虎口一麻，老套筒脱手飞出，砸进了2米外的雪窝子里，走火的子弹打飞了半个栅栏角，全场瞬间鸦雀无声。林峰手里没拿枪，但整个人往那一站，比枪还硬。林峰，你敢袭警？刘建军吓得往后缩了半步，嗓门却扯得尖细。林峰没搭理他，他转身蹲下，原本还龇牙咧嘴的二黑闻到熟悉的气味，呜咽了一声。林峰伸手在二黑脖子底下的伤口处抹了一把，全是血。疼吗？林峰站起身，这一次他看向了刘建军，眼神冷得像数9寒天的冰碴子。你说他是内应？证据确凿。刘建军扬了扬手里的布条，色厉内荏。林峰一步跨过去，太快了。刘建军只觉得领口一紧，整个人就被单手提了起来，脚尖离地，像只待宰的鸡。看清楚，这是他为了护住脖子被硬生生扯断的。还有，林峰猛地松手，将刘建军甩在地上。他大步走到那3只死羊旁边，弯腰，手指直接插进了羊脖子上那个恐怖的血洞、绞洞。这一幕看得围观村民后背发凉。若是为了吃肉，狼群第一时间会开膛破肚，掏心挖肝。这3只羊内脏完好，只有喉管被咬断，这是狼王在叫崽子杀伤，这是练兵。林峰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专业。他转过头，看向一脸狼狈的钱大军。钱连长，你是打过猎的，你自己去看看那边的雪地，狼群撤退的脚印是乱的，但二黑的脚印只有一排，就在最外围。他是迎着狼群冲上去的，几10只狼，他1只狗，他要是不拼命堵这一下，昨晚狼群顺着羊圈进村，叼走的就不只是羊，还有可能是谁家的娃。这番话像锤子一样砸在众人心口。张万山这时候才回过味来，大队长急忙跑过去，在栅栏缺口处仔细看了看，梅花印杂乱无章，但那一排深深的狗爪印确实是死死挡在狼群进村的路线上。
张万山的老脸涨成了猪肝色。倒是某些人养死了不心疼，不想着怎么放狼，倒忙着给护村的功臣罗织罪名。刘知青，你这算什么？这叫破坏生产，这叫挑拨离间。你是想让下一次狼群进村的时候，咱们连个报警的活物都没有？这一顶大帽子扣下来，刘建军彻底慌了。在这个年代，破坏生产这4个字能压死人。我不是我以为。刘建军语无伦次，冷汗顺着鬓角往下淌。林峰没再看他一眼，多看一眼都嫌脏。他一把抱起110斤重的二黑，林峰抱着狗，背对着众人，往大队部医务室的方向走。走出10几步，他停下了。今晚狼群还会来，不想养死绝的，就把嘴闭上，把枪擦亮，再让我看见谁敢把枪口对准我的狗，我就当他是狼。风很硬，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林峰没回头，刘建军那张惨白的脸都被他一步步踩碎在雪地里。回到林场木刻冷小屋，天彻底黑透了。林峰把二黑放在铺满干草的木板床上，翻出那瓶见底的烧刀子，又从行军医药箱里摸出缝合针。忍着。林峰按住二黑的脑袋，烈酒泼在翻卷的皮肉上，白沫瞬间激起。二黑浑身猛地一抽，后腿把床板蹬得咚咚响，喉咙里滚出串闷雷般的低吼。但那张大嘴闭得死紧，他是条硬汉狗，知道好赖。林峰手极稳，前胸3道爪痕，深可见骨，差半分就掏了心窝子。针线穿过皮肉的嗤嗤声，在安静的屋里格外刺耳。缝完最后一针，林峰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给二黑盖上破棉袄。他从兜里掏出一块东西，半只血淋淋的狼耳，昨夜二黑拼了命撕下来的战利品。林峰盯着那半只耳朵，脑海中那个冰冷的界面再次浮现。这不仅仅是一块死肉，耳廓边缘有一圈陈旧的锯齿状疤痕，软骨严重扭曲，这是老式虎牙铁夹留下的。残耳。被铁夹子咬过还能活下来的狼，都是成了精的鬼。这种畜生对金属味敏感的吓人，哪怕埋在雪下1尺深的铁锈味，他都能闻出来。昨晚他没攻林场，不是怕，是在盘道。这就不是野兽，这是带兵的将。门板被敲响，声音沉闷有力。进。门被推开，寒风裹着大团雪花，魏老拐钻了进来。老头怀里鼓鼓囊囊，除了那一身老烟味，还带着古甜的发腻的诡异香气。二黑鼻子抽动，哈喇子瞬间顺着嘴角淌下来，眼神发直。这味儿不对。魏老拐咧嘴，露出一口残缺黄牙，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打开几块黑乎乎的肉干，看着不起眼，那股香气却直往天灵盖里钻。透骨香，草屋头熬了3天3夜的羊肉，只要指甲盖大一块，大黑瞎子也得挺直了腿。老头把肉干推过来，那群畜生今晚必来，这是绝户计，往林子边一撒，明早你只管收尸。下毒，这是老猎人对付大群野兽最后的手段，不讲武德，但管用。林峰看着那肉干没动，拿回去。撒，心软，那是狼，不是你家亲戚。这毒不行，那头残耳太精，草乌头再香也盖不住里面的苦味，这东西只能毒死几只嘴馋的愣头青，毒不死亡。而且这一把毒撒出去，这片林子3年内连只耗子都没有。明年我吃什么？喝西北风。最重要的是我要那张狼王皮，毒死的狼皮毛晦暗，毛孔出血，不值钱。魏老拐盯着林峰看了足足半分钟，老头慢慢把肉干包好，重新揣回怀里。谨后生可畏。走到门口，魏老拐又停下。那残耳是个记仇的主，你狗咬了他半只耳朵，今晚他肯定是冲着屋来的，别把自己玩进去。门关上，风雪声被隔绝在外。林峰穿上军大衣，提起墙角的工兵铲，又拎起一桶早已备好的凉水。等着。他推门走进黑暗，这一仗不用枪，不用毒。林峰在木屋正前方50米的缓坡停下，这里是风口，也是狼群冲锋的必经之路。铲子翻飞，他在雪地上挖出几条看似杂乱无章的浅沟，一桶凉水泼上去，极寒之下落地成冰。林峰没挖坑，没埋夹子，他在做局。狼扑击时习惯借力，那头残耳多疑，他会避开所有平整看着像陷阱的雪地，专门挑那些凸起的石块、树根落脚。林峰把这几处安全点全部泼了水，这就是视觉盲区，也是心理战。在这些必经之路的下方，是一排削得极尖的硬木桩，没有金属味，没有火药味，只有物理法则的杀机。做完这一切，林峰在陷阱周围撒了一圈羊血，那是白天从杀猪匠那讨来的，里面掺了一丁点黑火药，淡淡的硫磺味，这味道会掩盖他的人气，更会让那头多疑的狼王产生困惑。越困惑，他越想靠近看个究竟。只要他慢下来，这就是死局。山下知青点，男宿舍里烟雾缭绕，刘建军盘腿坐在炕头，脸上的淤青在灯光下发紫，那是白天被林峰那一摔留下的耻辱。我就把话放在这，林峰这是个人英雄主义，把狼往林场引，万一狼群冲下来，咱们知青点首当其冲，这是拿集体财产冒险。明天我就去公示告他。没人接茬，白天林峰那一手验尸断案，镇住了不少人，那是真本事。隔壁女宿舍，苏小云缩在角落，手里拿着一只破烂的棉手套，那是林峰落在羊圈栅栏上的，上面挂了好几个口子，露出灰扑扑的旧棉花。苏小云低着头，一针一线的缝。哟，这还没过门呢，就开始做贤妻良母了。人家现在是大英雄，住单间，吃独食，还能看得上你这破手艺？苏小云手顿了一下，她没抬头。
他守林场，守的是集体的财产，也是咱们睡觉的安稳。王芳，你这件毛衣还是用那半只野鸡跟林峰换的线团吧，穿着就不扎得慌。王芳被噎得脸色涨红，半个字吐不出来。苏小云把手套叠好，贴身揣进怀里。补好了，明早我就送上去。林场深夜，风突然停了。林峰刚布置完最后一个诱饵，拍掉手上的冰碴子，一股寒意顺着脊椎骨猛地窜上天灵盖。周围太静了，那些平日里叫个不停的夜猫子，此刻全都成了哑巴。林峰慢慢转身，他没摸枪，只是眯起眼，看向正前方那片漆黑的桦树林。100米外，密密麻麻的绿光连成一片，像是一堵死亡组成的墙，无声无息地向着木屋压了过来。林峰没拖大，这种距离，这般数量，一旦冲锋，一把56瓣自动根本压不住阵脚。进屋！林峰低喝一声，一把薅住二黑后颈的皮肉。这狗杀红了眼，四爪抓地，死活不退，喉咙里滚着闷雷。昨晚差点给他开膛的仇人就在对面。林峰没惯着他，大臂发力，硬生生把100斤的狼串子拖进门槛，插销推死。屋里的光线暗了一截，二黑还在疯，前爪扒着门板，那架势恨不得把门栓啃断，冲出去拼命。趴下！二黑身子一僵，终于老实了，那双眼睛依旧死死盯着门缝。屋里静了，外头更静。北墙根突然传来细碎的声响，像是指甲盖在棺材板上轻刮，紧接着是西墙，甚至连头顶的瓦片上也传来了极其轻微的重量挤压声。他们在摸点，在找这间木刻愣哪里木头朽了，哪里窗框松了。林峰站起身，面无表情。这头狼王的智商比刘建军那种废物高出10个档次。林峰提着枪，猫腰贴近窗口，枪口从玻璃下沿缓缓探出，借助窗框的缝隙向外扫视。他们还在，那几十对绿灯笼定死在树林边缘，纹丝不动。他们在等屋里的人先崩溃。这种对峙就是在熬鹰。突然，一只狼动了，一头体型稍小的公狼试探着往前迈了2步，它的前爪压过了一根埋在雪里的枯枝，那是林峰白天插下的生死线。50米，这一瞬间，林峰眼神骤冷，食指压下，根本不需要瞄准，砰！枪口喷出一团橘红色的烈焰，强光闪过，林峰眼前短暂一黑，但他手没停，拉栓、抛壳，上膛滚烫的弹壳跳落在地，叮当作响。再看窗外，空的，没有血迹，也没有尸体。就在枪响的前半秒，那畜生像是预知了弹道，猛地侧身扎进了旁边的雪窝子。林峰面色如铁，这一枪本就没指望杀狼，是警告，也是宣战。他在告诉那个没露面的独儿，这屋里住的不是绵羊，是能崩碎你满嘴牙的硬骨头。时间被拉长，二黑趴在脚边，耳朵像雷达一样转动。10分钟、20分钟，外头连风都停了，死寂的让人想发狂。就在这让人窒息的沉默中，咚一声闷响，不轻不重，就在门外的木台阶上。林峰没动门栓，他侧身贴在门缝边，借着血光看向台阶，只一眼，林峰握着枪管的手指骨节发白。台阶上多了一样东西，不是石头，不是烂肉，那是一截黑紫色的手。林峰认得，这是隔壁屯子那个失踪半个月的盲流子老拐子的手。所有人都以为这老头冻死在哪个雪窝子里了，原来是填了狼肚子。林峰慢慢退回屋内，坐在弹药箱上。这不仅是示威，这是那头狼王下的阎王帖。二黑，林峰把桌上剩下的半块肉干扔给狗，声音平的没有一丝波澜。吃饱点，那畜生今晚不光想要咱们的命，他还要诛心。林峰扯过一块油布，动作利索，将那截青紫色的断肢裹了进去。走。林峰提起油布包，单手拎枪，撞开了厚重的木门。大队部里烟雾腾腾。张万山正为了狼患的事拍桌子，底下几10号人吵成了热窑。刘建军站在人群中间，唾沫横飞的被雨露，嚷嚷着要用精神原子弹炸翻野兽。砰！大门被暴力踹开，所有声音像是被刀铡切断。林峰站在门口，像刚从坟圈子里爬出来的活煞。他大步走到那张裂了缝的会议桌前，手里的油布包往正中间狠狠一砸，油布散开，那只啃得露骨的断手直愣愣地戳在昏黄的灯光下。无名指上那枚铜戒指冷得刺眼，刘建军挥在半空的手僵住了，那张脸瞬间煞白，比桌上那只手还没血色。隔壁屯老拐子的手，狼王没吃完，那是留着肚子，他把这玩意送回来，是给我下的战书。张万山也是滚过死人堆的老兵，这会儿脊梁骨却窜上一股凉气。狼吃人，常有；狼送尸，闻所未闻。他在告诉我，林场的木刻能拦不住他，村里的土墙也拦不住他。这狼成精了，那咋整？林峰，这是赖你，是你把狼招来的，你这是破坏集体安。林峰看都没看他，给我3天，这3天我不回林场，我就住村口那个破马架子。满屋哗然，村口马架子，那是早年看亲人住的窝棚，四面漏风，离林子不到200米，那是进村的咽喉，也是真正的死地。狼群一下来，那就是第一道鬼门关。胡闹，那地方连个院墙都没有，你去送菜？有墙没用，他们送这只手玩的是攻心，我躲在墙后面，全村人都得提心吊胆，我就得立在明处，告诉那头畜生，3天，要么他的皮挂在村口，要么我的命抵给大队。话太重，屋里只剩下炭火炸裂的噼啪声。半小时后，林峰提着工兵铲，逆着风往村口走。二黑身上多了件怪模样的铠甲，护住了狗脖子和软肋，看着滑稽，能保命。林峰，身后有人喊。苏小云跑得急，脸上冻出了高原红，她手里攥着那副破手套。林峰停步没回头。回去，前面不是你看戏的地方。
苏小云没听，几步冲到跟前，拦住路。她胸口起伏剧烈，那一双杏眼里全是红血丝。马架子是人住的吗？几十头狼，你就一个人，一条狗，怕我死？林峰低头看他，苏小云咬着嘴唇，死活不让眼泪掉下来。他把那副带着体温的手套硬塞进去，给你的，别死。说完转身就跑。林峰看着手里的东西，补丁打的密，里面垫了层软绒布，指尖传来一股暖意，顺着血脉往心里钻。他握紧拳头，把那点不该有的柔情捏碎。现在是玩命的时候，戴上手套，走。马架子确实破，林峰没补强，他抡起十字镐就在门口刨土。没过多久，几个黑影摸了过来，钱大军带着几个民兵，还有几个南知青，也不废话，上来就干活。土太硬，得烧。钱大军塞给林峰一个沉甸甸的铁皮盒子，全是橙黄的子弹，连队库房里顺的。2个小时，工事成了。林峰没留人，把他们全赶回村里。接下来的活，人多反而坏事。夜深了，可是距离不足5米。林峰灭了火，一人一狗缩在黑暗里，他在等。他知道今晚来的不是狗，是索命的鬼。风声里夹杂着细微的咯吱声。来了，林峰没动枪，他在听。30米外，几双绿油油的鬼火在血泊后头明明灭灭。那头残儿很精，他在用小足子试探虚实。终于，一只干瘦的公狼耐不住了，他太饿了。那一身杂毛在风里倒数，猛地窜出血窝，3道黑影贴地飞行。最前头那只公狼的前爪勾到了那根埋在雪下的细钢丝，嘣一声极细的崩断声。林峰猛地拽动麻绳，下地狱。半空中，那根悬了半宿的原木失去了束缚，重力势能瞬间炸裂，那是骨头碎裂的声音。最前头的公狼连惨叫都没憋出来，直接被拍成了一张肉饼。后面2只狼吓得急刹，4爪抓地，掉头就跑。林峰没追枪，他在听。奇怪的是，外面突然静了，那2只狼没跑远，反而停在了陷阱边上。紧接着，黑暗里走出了更多绿眼睛，他们围拢过来，没看马架子，也没看那根杀人的木头，他们盯着那一滩肉泥。一只壮硕的公狼走上前，低头撕下一块同伴的烂肉。他们在进食，就在离林峰不到20米的地方，当着他的面分食着刚刚战死的同伴。这不是饥饿，是那头没露面的狼王在给林峰上课。他在说你的陷阱只是帮我们切好了肉，我们连同类都吃，何况是你。林峰松开了枪，他的手慢慢摸向腰间的猎刀，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好手段，吃吧，吃饱了路好走。外头那群畜生吃得正香，马架子里炭火通红，一把工兵铲架在火上，铲面上滋滋冒油，那是几片厚切的午餐肉，边缘被煎得焦黄卷曲，霸道的肉香混着枪油味，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横冲直撞。二黑没吃这条平日里护食护得要命的狼串子，此刻把脑袋埋在前爪里，浑身的黑毛都在筛糠。他听得懂外面的声音，那是同类相食，那种残忍的咀嚼声压垮了他作为狗的凶性，却唤醒了他血脉里对狼王的恐惧。没出息。林峰拨弄了一下铲子里的肉，他拿起一块滚烫，却也没吹，直接塞进嘴里，油脂在口腔炸开，热量顺着食道滚进胃袋。这种极寒天气下，热量就是命。啪嗒，一块煎好的肉片落在二黑鼻子底下。吃，他们吃他们的，咱们吃咱们的，连饭都不敢吃，出了这个门也是个死。外头的咀嚼声渐渐弱了，那只做了诱饵的公狼，这会儿怕是连根骨头渣子都没剩。接着是更恶心的心理战，时间一点点被拉长，风声紧了，头顶那片塌了一半的草棚顶上，突然传来极轻微的异响，不是积雪滑落，雪落成片，这声音是点状的，有东西上防了。正面的机枪射界被封死，这头狼想从头顶这个防御死角搞突袭，一旦跳下来，狭窄的空间里步枪施展不开，哪怕是一换一，狼群也转翻了。二黑喉咙里滚出一声低吼，作势要扑。林峰突然睁眼，单手按住狗头，力道大的惊人。他没动枪，甚至连坐姿都没变，只是嘴角极快地扯了一下，那个位置有好东西。头顶的动静顿了一瞬，那只狼似乎也在确认下方的动静，随后重重一踩，嘣！这声音极闷，像个大号炮仗被捂在铁罐子里炸开，子弹雷踩上去就是激发，惨叫声在房顶炸裂，凄厉的不像兽声，伴随着瓦片和烂草的崩塌，一团黑影从房檐滚落，重重砸在雪地上，疯狂翻滚，屎尿齐流。林峰端起那只掉了漆的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滚烫的血水，眼神冷得像3-9天的冰碴子。第二个，一夜再无动静，天亮了，惨淡的晨光照着一片狼藉的战场，房檐下一滩黑红的血迹已经冻成了冰坨，那只中了子弹雷的狼被同伴拖走了，雪地上留下一道宽宽的血痕，一直延伸进林子深处。林峰提着枪，顺着血痕走了50米，他在林子边缘蹲下，眉头死死锁住，不对劲，这脚印太杂太乱，全是这种中型狼的印子，那是残耳的，但这脚印只有进去的，没有出来的，而且看深度和间距，他昨晚根本没在马架子附近停留，只是在外围转了一圈，把气味留下，然后带着大部队往西去了。西边那是林场的方向，也是通往县城的必经之路，更是村里的后脑勺。林峰猛地站起身，操！调虎离山，昨晚围在这里演了一宿戏，送了2条命的，全是老弱病残的敢死队。他们是用命把他林峰钉死在这个破窝棚里，而那头成了精的残耳，带着真正的精锐去抄后路了。这特么是读过兵法的狼。林峰，林峰！远处传来杂乱的人声，几个胆大的村民扛着锄头铁锹，
深一脚浅一脚的跑过来。领头的大婶看到那滩触目惊心的血迹和千斤闸下的狼尸，吓得直抽泣。这是死了多少？杀了2只。林峰没解释，接过大婶递来的热馒头，2口吞了一个。刘建军缩在人群后头，脸色煞白。他本是来看笑话的，甚至做好了看尸体的准备，没想到这煞星不但活着，还真的宰了狼。可那个大家都看到了，这就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后果。虽然杀了狼，但把危险引到了村口，这是对集体极大的不负责任。没人搭理他。林峰啊，快吃，今晚别守了，回村吧，太吓人了。林峰摇摇头，他迅速检查弹药，昨晚用了子弹雷，前天示威，刚才鸭蛋兜里那个铁盒子只剩不到20发。如果残尔带着主力杀回马枪，这点火力就是送菜，必须回林场拿补给。就在这时，村口小路上跌跌撞撞跑来一个人，喂老拐。这老头跑掉了血，隔着老远就带着哭腔喊，嗓子都破了音。雷锋，出事了！林峰心里咯噔一下，几步跨过去，一把扶住差点栽进雪里的老头，说：小云苏知青不见了，那丫头听说你住这漏风棚子，大半夜把你那件破棉袄拆了，给你缝了一对护膝。她说这地方冷，得趁早给你送来，让你腿上暖和点。林峰的手猛地收紧。什么时候走的？1个钟头前，我看他出的门，按理说这会儿早该到了，可刚才我去知青点找，没人，来这也没见着人影啊。村西小路，林峰脑子里轰的一声，那正是刚才他勘察脚印时判断狼群主力迂回穿插的那条线，那是条死路。林峰没有说话，更没有去接刘建军那种我就说他是累赘的废话。他转身冲进马架子，抓起那把视若性命的56式半自动，将最后所有的子弹一颗一颗狠狠压进弹仓，手指很稳，没有一丝颤抖。咔嚓，子弹上膛。林峰吹了一声口哨，二黑从窝棚里窜出来。这一次，这头刚才还被吓破胆的狗似乎感受到了主人身上那种毁天灭地的疯狂，他没叫，伏低身子，像支离弦的箭直扑西边的林海雪原。林峰紧随其后，前方是一片白桦林，惨白的树干立在阴影里，黑色的树瘤子像无数只盯着人的怪眼。二黑猛地刹车，到了。林峰放慢脚步，借着一棵需2人合抱的红松掩护，他侧身探视。50米外，一棵歪脖子老桦树，离地2米高的树全子上挂着一团人影。苏小云，她怀里死死抱着个鼓鼓囊囊的蓝布包袱。树下3只灰狼蹲坐，不叫不扑，就那么仰着头，极有耐心地看着树上的猎物。林峰卸下步枪，动作轻得像片落叶。这种地形，这种距离，一旦枪响，3公里外的主力瞬间就能听见。那头残儿肯定就在附近竖着耳朵。枪一响，这片林子立马变成修罗场，只能用刀。林峰打了个手势，二黑眼神瞬间变了。这狗顺着下风口，肚皮贴着雪地，像条黑色的游蛇，悄无声息地滑了过去。林峰反手，猎刀出鞘，30米、20米、10米，风向微变。左边那只公狼鼻翼抽动，耳朵猛地向后一撇，杀！一声暴喝，平地炸雷，雪窝子里黑影暴起。二黑像颗出膛的炮弹，100斤的身躯带着惯性，直接撞翻了最左边那只狼，獠牙瞬间锁喉，咔嚓，颈骨脆断的声音，清脆的像折断一根枯枝。同一秒，林峰到了，他没减速，借着冲刺的动能，右膝如铁锤般狠狠顶在中间那只狼的后腰。狼身瘫软的瞬间，左手薅住后颈皮毛，右手猎刀自下而上，利刃穿透下颚，灌入脑髓。那狼连声惨叫都没憋出来，身子剧烈抽搐一下，死的不能再死。剩下最后一只狼反应极快，他没扑人，掉头就跑。林峰右手一扬，短柄手斧在空中划出一道寒光，旋转着飞出，沉闷至极的入肉声。手斧精准劈在狼后脑勺上，斧刃深深嵌入颅骨，一头栽进雪里。3秒3条命，整个过程快得像一次眨眼。下来，树上的人影猛地一颤，苏小云那张脸冻得青紫，眉毛睫毛上全是白霜。看见林峰，他嘴唇哆嗦着，喉咙里发出2声模糊的气音。林峰皱眉，张开双臂，苏小云直愣愣地往下一栽。林峰被砸得退了半步，像接住了一个冰坨子，怀里的人浑身冰凉，抖得像筛糠，唯独那个蓝布包袱被他死死护在心口。我迷路了，我想给你送东西。他颤抖着解开包袱皮，里面是一个磕变了形的铝皮饭盒，底下还垫着一副用旧棉花絮出来的厚护膝。趁热，饼子刚出锅的，插了猪油渣。说完，他又去抓那副护膝，手动的不听使唤，抓了2次才拿起来，往林峰手里塞。还有这个，我看你老在雪窝子里趴着寒气伤骨头，这是我看书学的样儿，给你缝的。林峰看着那几个饼子，又看看那副针脚歪扭却续得极厚的护膝，这蠢女人跑丢了鞋，挂破袄，差点填了狼肚子，就为了送口热乎饭。为了这副不值钱的破护膝，林峰没说话，捏起一个贴饼子，他狠狠咬了一口，吃。林峰把剩下的半个塞进苏小云嘴里，顺手一把抓过那副护膝。苏小云一边嚼一边哭，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流进嘴里，混着玉米面的甜和猪油的香。风停了一瞬，林峰解开军大衣扣子，苏小云愣住了，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只大手蛮横地拽了过去。捂着。苏小云脸贴在他胸口，那里面心脏跳得沉稳有力。他拿着那副苏小云送他的护膝，那护膝丑了点。是你那袄太破，没好棉花，但我絮的厚。是挺厚。
林峰将那副原本送给他的护膝严严实实地绑在了苏小云冻得青紫的膝盖上。你要干啥？那是给你的。闭嘴，老子腿脚利索，不用这玩意儿。倒是你腿软的跟面条似的，绑上跑起来不累。回去给你弄蟑螂皮，重新做一个。二黑在一旁不耐烦地打了个响鼻，警惕地盯着来路。走。林峰重新端起枪，把苏小云护在身后。这里不能久留，血腥味一旦散开，真正的时刻就要上桌了。回城的路很近，近得有些过分，连风声都停了，只有2人一狗踩血的声音。越靠近马架子，林峰的步子越慢，那种让后背汗毛倒数的危机感再次爬上心头。不是刚才那种被窥视的感觉，是一种被碾压的沉重。转过最后一道弯，村口的马架子出现在视野里。苏小云捂住了嘴，那个林峰昨晚连夜加固，哪怕四面漏风也能避寒的窝棚彻底塌了。他们进村了？没有，